上一世，哥哥霸占了我的大学文凭，母亲还逼我搬砖供哥哥读大学。后来我下海创业，身家千万，只因没同意分给哥哥999万，当晚家里就失了火。母亲看着我和妻子被火海吞没，反而笑得很开心。那种身上的每一寸皮肤都被灼烧的痛楚，我这辈子都不会忘却。如今重活一世，这份亲情不要也罢。睡什么睡？起来干活！半夜的女人愤怒的吼骂，一盆味道很重的凉水倒头泼来，萧清风瞬间打了个激灵，疼的一下从床上跳下来。水太好了，多泼点，多泼点，快救火，快救人！微微还在火里。前一秒他还和妻子郑微微深陷火海，这一刻突然有凉水泼来，正想让对方多泼点水好救人时，一个结实的搪瓷脸盆都砸来，疼得他瞬间清醒。睡颠了你！救火！救什么火？药水没有，大脸盆子给你一个！煞神一般的女人抡起搪瓷脸，又一次狠狠砸在萧清风的身上。懒鬼死也种，一天就知道吃饭睡觉，我让你睡让你睡，怎么不睡死你？早死3年随便睡。疼！萧清风本能捂住头，身上的疼痛让他瞬间意识到这不是做梦。他抬头看向打自己的女煞神，正是他的亲妈，却是一个心眼子偏到冥王星的妈。而此时的李山草并非记忆中年迈的样子。萧清风瞬间意识到了什么，他赶紧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虽然掌心布满干活时留下的老茧，可这双手是年轻的，而且很灵活。老天爷睁眼了！老天爷睁眼了啊！老子竟然重生了！萧清风不悦地转头看向打自己的人，正是自己的大哥萧国庆。你鬼上身了呀？还不赶紧下田去拔秧苗！好吃懒做的东西，冬梅都下田了，你还在这里发癫！你他妈再说一句！萧清风一把将萧国庆推倒，居高临下看着这个好吃懒做的大哥。我凭什么下田？你不是人不用吃饭吗？凭什么干活的就我和小妹？你们在家闲着，我和小妹已经插完了4亩，剩下2亩是你和萧国祥的，你们的田你们自己插。自从父亲去世后，哥哥萧国庆和弟弟萧国祥就再没干过活，所有的家务都压在了萧清风和小妹身上，现在居然好意思来骂他。反了天了你，竟敢说这种话！对，我就是要反了天，从今往后我都不会再为这个家当牛做马了。想起上辈子自己当牛做马供养这一大家子，最后却落得葬身火海的下场，萧清风握紧了拳头。反了天了你！今天你要是不下得干活，今后你就别回这个家。好，我分出去自己过，等把冬梅找来我们就分家，不是我的我一样不争，该是我的我一样不让。言毕，萧清风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出院子，将李山草的咒骂置若罔闻。他小跑到自家养秧苗的水田，大老远就看到小妹弯着腰在水田里拔秧苗，那抹瘦小的背影让人心疼。小妹，二哥，你来了，走，跟哥回家。回家不拔秧插田了吗？萧清风拉着小妹快步上了岸，蹲下来给她洗脚上的泥。二哥，家里发生了什么事？现在时间还早，怎么就回家了？我们得赶紧拔秧苗，否则日头大了不好插秧。日头大就让他大去，我们不干了，跟哥回家。他拉着小妹的手就往家赶，萧冬梅任由他拉着也不多问。兄妹2人还没回到家，就听到李山草在家里骂骂咧咧，还拉屎在床上，臭死我了！是爷爷。萧清风这会儿只想好好为爷爷清洗，暂时懒得找他说理，只怒瞪着他出门的背影。给老子等着！萧冬梅很快端了一盆水过来，你先出去，我来给爷清洗。二哥，我就在门外，需要搭把手你叫我。那你帮我找爷爷的干净衣服来吧。好。萧清风帮爷爷换上干净衣服后，便把他挪到院子里晒太阳。萧国庆不屑地瞥了眼3人。小妹，你今早也没吃饭，你先去吃，我来喂爷爷。好。吃完了给哥盛一碗。一旁的萧国庆闻言，狠狠瞪了萧清风一眼。吃，就知道吃，怎么不吃死你？萧清风直接走上前，给了萧国庆一脚。专心看你的嗨书，再瞎逼逼，等我喂饱了爷，第一个教训你。2辈子的仇恨在萧清风眼中凝聚出杀人的利刃，瞪得萧国庆不敢再放肆。二哥，我饱了，你吃吧。好。哼，吃，就知道吃，吃完了还杵在家里当门神吗？还不赶紧下田拔秧苗去！出门转了一圈的李山草回来了，看到萧清风和萧冬梅还在家里，顿时就来了气。冬梅，下田去。二哥，我们下田去吧。小妹，我说过了，我们今天不下田，哥今后也不会再让你下田。反了天了你，死野种！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今天，跟老娘对着干是吗？看老娘今天不打死你！李山草听到萧清风不让萧冬梅下田，顿时来了火气，顺手抓起手边的扁担就朝萧清风打去。二哥，你快躲啊，妈真生气了。只见萧清风用力一扯，李山草就摔了个大马趴。活不了啊，儿子打老娘了，没天理了，我白生他养他了，没法活了，我的天爷啊！我刁你老母！萧清风，你敢气我妈，我杀了你！萧国庆冲到萧清风面前，萧清风抬脚就把他踢过来的蹄子踩下去。疼！萧国庆没想到向来任劳任怨的萧清风，今日竟敢接二连三的对自己动手。住手！萧清风，你有本事放开老子，老子跟你大战300回合！老子一招制敌，
何须300回合？二哥，你这是做什么？气了吗？又要打哥？你撞邪了！萧国祥从屋子里走出来，边扶起李山草边质问萧清风。萧国祥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前世就喜欢和稀泥，从中捞好处，现在竟也有脸质问我。爷爷年纪大又得了病，我们不该让他下地。妈上了年纪，身上不得劲，他不下地我也能理解。可凭什么成年的你和萧国庆不下地？整整6口之家，就我和小妹忙得团团转，你们就在家游手好闲。放你的五香屁！什么游手好闲？我每天都在家里看书好吗？老子马上要考大学了。哟呵，某某没笨，西门庆与潘金莲的风流韵事能让你考上大学吗？萧清风直接捡起他丢在地上的某某梅，狠狠砸在他的脸上，再转头看向被他的气势吓住的李山草。我要分家，今后爷爷和小妹跟我过，你们2人跟妈过。接上集，萧清风要求分家。想分家，想得美！我告诉你，只要我有一口气在，你就别想分家。萧清风和萧冬梅都是家里干活的老手，而且女儿就快能嫁人，他还想着赚一笔彩礼钱，绝不可能让萧清风把人带走。我也告诉你，今天这个家我分定了。哎呀，我的老天爷，这日子没法过了！李山草一屁股坐在地上耍起赖来。住口！萧爷爷气喘吁吁地开了口，但是李山草并不把他的话放在眼里。爷爷，你别着急。清风，你告诉爷爷，你真铁了心要分家？对，爷爷，我要带你和小妹单过，我再不让你们受欺负。前世爷爷被李山草虐待，根本熬不过今年的冬天，重生而来，他要让爷爷长命百岁。好孩子，这些年苦了你了，把爷抱到堂屋去，也能让你如愿分家。是。萧清风把老爷子放到堂屋的主位上，去把你妈叫进来，你们几个在门外，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能靠近堂屋的门偷听我和他说的话。好，爷你千万别动气。萧清风看着李山草警告道：我爷叫你好好跟他说话，敢伤他一根头发，我让你好看。萧清风走到萧国庆身边，一脚重踹在他肩膀上。死野种，你有病吧？我妈不鸟你，踹老子干鸡毛！踹你怎么了？你有本事冲着老娘来！你打国庆算什么本事？我打的就是他，你再不进去跟我爷好好说，我还打。萧国庆一直都是李山草的心头宝，打在儿身痛在娘心，这才是拿捏李山草的最好手段。你李山草拿萧清风没办法，只得愤愤进屋去。老不死的，你找老娘干什么？把门关了。就算老娘风韵犹存，但我可是寡居的儿媳妇，大白天我们2人共处一屋，还把门关了，这像什么话？哎呦我的妈呀！萧国庆踢得在地上嗷嗷直叫，再不听我爷爷的，我就对萧国祥动手了。萧国祥闻言，赶紧冲过去帮李山草把堂屋的门关上。把我和清风的田地分出来，我和清风带着小梅住到我之前看鱼塘的小屋里去，你带着你生的2个自己过，小梅的田地就留给你们当做补偿。你想得美，他走了那么多活谁干？小芳并非你亲生，我不把这事告诉他，只想让他觉得自己还有个妈。你要是不同意，我就把他的身世告诉他。他今天什么脾气你也看到了，要是让他知道你不是他亲妈，这些年你这么虐待他，你看他怎么对你。李山草嫁到萧家时，萧青山已经捡到萧清风了，而他也跟前头的亡夫生下萧国庆。为了以孝道拿捏他给这个家干活，李山草一直隐瞒着萧清风的身世。如今萧清风打起人来不要命，他也害怕这个秘密被揭露。要分家也不是不可以，只能你和那死野种2人分出去单过。小梅是我的女儿，她得留下来伺候我。还有，你既然要搬到鱼塘小屋去住，也就是说你们要鱼塘，那就得拿你名下的田地来换。别忘了，你的亲孙子只有国祥，难道你想等自己死后把你的好田地给那个死野种吗？鱼刺多还费油，而且那亩鱼塘产量极低，李山草自然不要。水田可以给你们，但是我名下旱地我得留下，清风给我养老，总不能什么都没落着。李山草冷冷哼了一声，却也没有说反对的话。清风，你进来吧。萧清风听到爷爷叫自己，赶紧冲了进来。爷，我来了。你妈同意分家了，今后我们带着我的旱地和你名下的田和的住到鱼塘小屋里。就我和爷吗？小妹呢？萧清风不愿意放下小妹，上辈子小妹刚满20岁就被李山草卖给一个老光棍，最后下场凄惨。清风，我们2个是大男人，小梅不方便跟我们一起生活，还是让她跟着你妈好一点。萧清风不知道自己和萧冬梅不是亲兄妹，但村里人都知道，如果一起住，会被那些长舌妇用唾沫淹死。爷，亲妹子跟亲哥亲爷爷住一起，这有什么不方便的？清风，你听不听爷爷的话？二哥，你就跟爷爷分出去过吧。大哥和3哥都是男人，妈妈身体不好，他们2人不方便照顾妈妈，就让我留下吧。他知道2哥疼自己，可他不愿意家人吵架。爷，以后分出去，我们家就是我当家做主了，就让我来拿主意吧。妈，我今天一定要小妹跟我走，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不然我就每天揍萧国庆和萧国祥3顿，就跟吃饭睡觉一样。兄弟2人看到萧清风举起拳头，都怕得缩在一起。那就把小妹给他吧，大哥都被揍得不成人样了，打了大哥可不能打我了，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好了。对，老子可不想挨揍了，
反正小妹过2年也是要嫁出去的，就当她嫁出去了。哼，嫁出去也是要拿彩礼的，100块。萧清风，你要是能拿出100块，我就让我女儿跟你分出去。妈，你这是做什么？二哥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钱？你不要为难二哥了。100多了，1厘钱都不能少。死野种，让你横，没钱你横个屁！还想分家，还想带走我会干活的女儿，你想得美！老老实实给我在家当牛做马吧你。对，不能少，不然就不分家。好吧，100块就100块，但是得等到过年，年30那天一定给你们100块。虽说自己赚的1分钱，萧清风都不想给李山草，可是如果给这100块能让小妹跟着自己，萧清风就当这100块喂了狗了。要是你不能立即给，那年30的时候，你要给的就不只是100块了，得200。你确定？100就100。小妹，你去请村长来。好。萧冬梅出门去叫村长去了。萧清风，我虽然同意让你用100块要走我女儿，可是他名下的水田和旱地不能给你带过去。你们想挨打吗？好的，给你。果然，恶人怕更恶的人。不一会村长就来了。清风，我听冬梅说你想要分家。是，我要分家，带着我爷和小妹单独过。萧清风把刚才和李山草母子谈好的条件再跟村长说一遍。你们同意了？看着萧清风那举起来的拳头，母子3人脸色煞白。同意。小梅，你也愿意跟你二哥住吗？我愿意的。好，那就这么说定了。我给你们拟定一份分家说明，现在约定好的一切就不能在日后私自改变。村长很快就拟定好了萧清风家的分家说明。你们看看，还有补充吗？萧国祥看了之后没有意见，但是萧清风有意见。我妈跟我要100块，才让小妹跟我走。以后小梅的一切就都是我负责，尤其是小妹今后的婚事，都跟李山草和萧庆、萧国祥没有任何关系，这一点必须加上去。你们没意见吧？3个人就算不愿意，但在萧清风的拳头下也不敢反对。事情敲定，萧清风和妹妹收拾东西去了。在85年，家里厨房里的东西算是家里的大资产，所以他拿了锅，又装了足够的猪油和食盐，把能拿的都拿了个遍。萧清风，你个兔崽子，给老娘开门！你偷老娘东西是不是？我只拿了我们该拿的。萧清风懒得搭理李山草，将东西交给小妹，自己抱着爷爷往鱼塘小屋走去。他要给爷爷和妹妹全新的生活。清风只要默念2个字，就能将05年的物资带去80年代。只因他拥有一个神秘的空间。接上集，萧清风带着小妹和爷爷分家。死野种，离了家有你苦头吃。就他们那2亩水田4亩半的旱地和一个没有收入的鱼塘，还想过好日子？做梦去吧！妈，这个死野种早晚有一天哭着回来求你的。那个时候，咱们一定让他当着全村人的面给我们下跪，才能报了今日之仇。说得对。这时，萧清风3人已经来到了鱼塘小屋，屋子没什么家具，兄妹2人很快就收拾好了。二哥，我们忘记跟妈拿点米了。小妹，你在这儿替我赔赔爷，我这就回去拿。二哥，你可别再跟妈吵了。小妹，你放心，有萧清风的铁拳警告，李山草完全不敢不给萧清风粮食。萧冬梅正坐在树下陪萧爷爷说话，远远就看到萧清风扛着几袋粮食回来。二哥，你回来了，妈没为难你吧？他不敢为难我。小妹，你以后可以顿顿吃饱饭了。嘿嘿，二哥对我真好。饭后几人在树下乘凉，萧清风看着爷爷和小妹笑道：爷，小妹，以后有钱了，我们买点鱼苗养点鱼，再种点莲藕，还能赏莲花吃莲蓬。哇，好，我还没见过荷花呢。好，都听你的。萧爷爷的声音懒洋洋地传来。萧清风知道爷爷要睡着了，他慢慢放松精神，没一会儿也睡着了。要是能把上辈子种子铺的鱼苗拿出来就好了。迷迷糊糊中，清风突然发现自己身处前世经营的种子铺里，货架上摆放着各种各样的种子，菜种、豆种、稻种、玉米种，还有花种。另外一边的货架上还摆放着各种他培育出来的花果苗，一旁的浴池里还有鱼苗。萧清风拿舀起一瓢鱼苗，不由得喃喃自语：要是现在我能把这些鱼苗带回85年，该多好。话音才落，萧清风身形一晃，他又坐在了小屋门口，手中竟然拿着一个熟悉的水瓢，里面是游来游去的鱼苗。萧清风被吓得本能将手中的水瓢丢向不远处的鱼塘，水瓢里满满的鱼苗全都游进了鱼塘。他狠狠掐了一下自己，是白日梦，不是眼花，真的把水瓢带到了85年。萧清风的脸上瞬间惊喜无比，能从上辈子的种子铺里把未来的鱼苗带过来，是不是说明我有空间？萧清风努力回想着自己临睡前都做了什么。对，我说了种子铺，铺子。刚说完，下一秒他就身处熟悉的种子铺里了。不是做梦，真的是我的种子铺，我有空间。萧清风激动地看着铺子，里面有甜玉米种、香米种子、红米和黑米种子，甚至还有很多色彩斑斓的菜椒、无籽西瓜、贝贝南瓜，都是这个年代没有的种子。要是把这些种出来，物以稀为贵，不怕没销路，这不就是赚钱的路子吗？萧清风激动地在种子铺里跑起来，他瞬间意识到了什么，空间挂钩上仍旧挂着红色水瓢，跟他刚才丢掉的水瓢一模一样。他赶忙回到家里，先前那个水瓢正漂浮在鱼塘里。可之前明明已经把空间里的水瓢拿出空间了，所以空间里的东西被拿出去之后，等再次进入空间，里面的东西会自动补齐成原来的样子。也就是说，这些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了。这回真发财了。萧清风打开储物柜，里面存着方便面、饼干、面包、饮料、牛奶，
这些都是他上一世用来填饱肚子的。有了这些食物，就算没有粮食，我和爷爷在85年也不会挨饿了。得寻个合理的名目才行。不过鱼苗他却是能带出去的。他在空间装了一桶鱼苗出去，尽数到进鱼塘里。萧清风瞬间斗志满满。在这个猪在风口都能飞起来的80年代，他一定要大干一场，弥补上辈子的遗憾。想到自己上辈子的遗憾，清风想起了郑微微，也不知道85年的媳妇在干嘛。萧清风装了点猪油、盐巴和半袋子粮食，就往记忆中郑微微住的地方去了。萧清风找到郑微微住的茅草房，但门已经被死死顶上了。微微，我是萧清风，我拿了一点猪油和盐巴，还有半袋子白米给你，放你们口了。屋内没有动静，萧清风顶着烈日等了一会儿，我把东西放门口，我走了，等下你记得开门来拿。他转身走到一棵树下，躲在树后看着。他怕郑微微不出来拿东西，反而便宜了路过的人。等了许久，郑微微终于开门出来。萧清风躲在大树后面，看着那瘦的只剩皮包骨的丫头，以及她两边脸颊上蚯蚓一般的疤痕。萧清风心里没来由一阵心疼。郑微微是12年前来大梁村投靠当知青的姐姐郑彩秀的，因为父母是劳改犯，知青点的知青对她们姐妹两人很排斥，当中就有个偏激的，故意用荆棘划伤姐妹两人的脸。后来郑微微嫁给自己后，说很感激脸上的2道疤，才能让她抱住清白之身嫁给他。但萧清风知道，脸上的疤痕一直都是郑微微的心病。微微，你放心，这一世等我挣到钱，就带你去做除疤手术。谢谢你，萧二哥。郑微微发现了萧清风，这是她来了农村之后第一次有人对她好。傻丫头，不客气，以后有困难就来村头的鱼塘小屋找我。我和我爷现在住哪？接下来的2天，萧清风和萧冬梅两人把剩下的2亩水田都插好了，两人忙完往家赶，才刚进村就听到吵吵嚷嚷的。丑八怪，没想到你人丑心更毒啊！竟然敢偷我家的东西，这么大一碗猪油啊，还有这么多白米，你的心可真黑啊！我家那么多孩子，你敢偷走我这么多白米，是想让我们全家饿死吗？是吴婶子。吴婶子是村里出了名爱占便宜的。萧清风一眼就认出了正被吴婶用食指点着头骂的郑微微。他一直因为身为劳改犯的儿女而自卑，那委屈却不敢辩解的小模样，深深戳痛了清风的心。他愤怒地挤了进去，走到郑微微的身旁，推开吴婶。萧老啊，你干嘛推我？你想死是不是？敢推老娘？推的就是你。萧清风护着郑微微，环视着围观的村民们。郑知青的半袋白米和猪油盐巴是我给他的，他根本没偷吴婶子的东西。什么？那些东西是你给他的？吴婶子脸色一变，可是想到今天事情已经闹大，自己不能认怂。呸！萧老啊，你说是你给他，就是你给他的吗？你有什么证据？那你冤枉他偷了你家的东西，就真是他偷了你家的东西吗？你又有什么证据？俗话说捉贼纳赃，这些粮食和油盐就是证据。哟呵，吴婶子不这么说也就罢了，你既然敢这么说，别怪我撕破你的脸皮子。萧清风蹲下，把装粮食面的麻袋翻出来，里面赫然有一个黑色麻线绣的萧字。看清楚了，你不认识字，就让大家伙儿告诉你，这是不是我家的萧字？这是我家的东西，写我家的名儿。这是我家的麻袋，我家的米。萧清风又一把夺过他手中装着油盐的瓷碗，高举。父老乡亲们看清楚了，这碗也刻着萧字，整个村就我一家萧姓。这是我家的碗，我家的油盐，也是我送给郑知青的，怎么就成了你老吴家的东西？呸！还要脸不要？吴婶子诬陷郑微微偷东西，那确实是萧字，我上学学过。是，那就是萧老二家的萧字。吴婶子，你还有什么话说？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各家各户办酒席时都会互相借碗筷桌椅，又怕被别人错拿了去，所以都在自家的碗筷桌椅上刻下自家的姓氏。而大梁村只有萧清风一家姓萧。吴婶子开麦呀，怎么突然哑巴了？真是丢脸哦！想强占别人的东西就算了，还冤枉别人，真是缺德哦！可不就是，简直就是缺了8辈子大德了。村民们开始七嘴八舌地讨伐起吴婶子来，吴婶子脸色也发虚起来。哎呀，是我搞错了，行吧，我不跟你说了。站住，给郑知青道歉，冤枉了老子媳妇，还想一走了之，没门！对，你明明就是想贪便宜抢走我二哥给郑知青的粮食，就冤枉他偷了你家东西，你太坏了，必须给郑知青道歉。道什么歉？我又不是故意，是搞错了，我也不想的，我回家去了。吴婶，如果你不跟郑知青道歉，我就报警。你冤枉郑知青已经构成了诽谤罪，你要是不道歉，并给他封一个16块8的红包去晦气，我就让你坐牢。报警还要封红包？16块8，少1分都不行。在当地一直都有这样的风俗，谁对别人做了犯忌讳或者名声受损的事，得给对方封个红包除晦气，数额必须让对方满意，在1斤里才要2毛钱的85年，16块8绝对是一笔大钱。萧老啊，你别太过分，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为他出头？东西是我给他的，我看不惯，非要打这个抱不平。你有意见？有意见也给我憋着。我说小老二，你是不是看上那个丑八怪了？要不然你为什么送他白米和油盐？那种丑八怪你也看得上？他可是劳改犯的女儿，你竟然看上了一个劳改犯的女儿，笑死个人了！妈呀，这是什么眼神呢？我都比她漂亮，非看上了一个丑八怪。别说，人家是知青啊，能娶个知青可是很了不起的，以后孩子外婆家是城里人呢。切，你懂个屁！丑八怪这辈子是回不了城的，
他爸妈是犯了事被下放来劳改的，他在城里没有家了。郑微微被村民们这么说，捂着嘴巴哭着跑开了。萧清风心疼的不行，三步并两的追到郑微微的身边。萧同志，谢谢你对我的帮助，但我不想待在这里。郑知青，那让小梅跟你一起回去，这里的事情我帮你解决。谢谢萧二哥。小妹，你送郑知青回家。知道啦，二哥。萧清风则转身去找吴婶子，敢欺负自己的老婆，萧清风可不会就这么放过他，直接翻墙闯进他家堂屋，找了把椅子就坐下。16块8，少1分，我今晚就睡你家。萧老啊，你穷疯了，讹钱讹到我家来，给老娘滚出去！不给，行，这就上镇上去，叫公安来评理。萧清风起身就往门口走，站住，别报警，别报警！少废话，拿钱。吴婶子掏出自己绑在腰间装钱的布袋，不情不愿数出6毛8。我还是去找公安吧。你这是想要我们全家的命吗？16块8可以买多少金谷子？你不能这样狮子大开口。那你冤枉郑知青偷东西，就不是要他的命吗？你知道没田没地的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吗？怎么，你们全家人的命是命，他的命就不是命了吗？他在下乡之前全家都犯了罪，他来我们村是来劳改的，劳改饭有树叶吃就不错了。我警告你，今后再说他是丑八怪劳改犯，我对你不客气。他不是劳改犯，他全家都是被冤枉的，我一定让他全家沉冤昭雪。你不是鄙视郑知青是劳改犯的女儿吗？那我也要把你变成劳改犯，让你的孩子全都变成劳改犯的孩子。你这个挨千刀的，我给还不成吗？吴婶子不情不愿地拿出16块8，萧清风接过钱，以后再冤枉人，可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你。萧清风立刻迈步出了吴家，急匆匆地往媳妇的茅草屋里去。二哥，你来了。萧清风、冬梅，谢谢你们今天为我家微微解围，今天留下来吃饭吧。茅屋内传来郑彩秀的声音，说一句咳几声，听着很痛苦。萧清风上辈子听媳妇说过，郑彩秀这是患了哮喘，本来用药就能治好，可那个年代吃饭都困难，根本弄不到药。最后郑微微只能看着姐姐被哮喘耗没了，但现在这药萧清风的空间正好有，看来得尽快找个名目把药给郑大姐才行。是啊，萧二哥，今晚就在我这吃晚饭吧。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不过你这里碗筷不够，还是跟我回鱼塘小屋吃吧，你请客我出东西。这怎么好？难道你不想请我们吃饭？我和小妹干了一天活，真的不想动了，你来做饭如何？我当然想请你们吃饭的，只是姐姐，微微，你跟萧清风去吧，他们帮了我们，你去给他们干活也是应该的，姐一个人也可以的。姐，你没事吧？郑微微听到姐姐咳得这么难过，眼泪都出来了。萧清风假装尿急，到茅屋后面进了空间，取出2盒药藏裤兜里。我之前看书学了一点中医，我来看看郑姐姐是什么病。你们2个太吵了，先出去吧。2丫头乖乖出去后，萧清风这才把药放到郑彩秀的手中。这是治你咳嗽的药，千万不要让人知道。微微也不行，否则会有大麻烦的。这是药，现在的药可不好买，所以你要替我保密。这药片是临睡前吃的，这个是喷的。谢谢，我一定保密。那我们走了。3人往鱼塘小屋而去。按时吃饭的萧爷爷双腿也有了力气，正坐在小屋门口看着萧清风回家的方向，看到几人回来，立刻起身迎上来。哎，你坐着，今晚郑知青来我们小屋吃晚饭。好，好，好，欢迎欢迎。萧爷爷，打扰你了。不打扰，不打扰。我去做饭。你坐着吧，有我这个大男人在，怎么能让你们2个女孩子动手？坐下来陪我爷说说话。萧清风偷摸进入空间，取出几包泡面，将调料单独拿出来，趁3人不注意，把调料包放到水煮菜里。啊，真香！哎呀，真好吃，我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菜。哥，你往菜里放了什么东西？怎么吃出一种火车的感觉呢？这丫头，难道你坐过火车吗？嘿嘿，好吃吗？郑知青，我第一次吃这么好吃的东西。萧清风满脸笑容地看着媳妇，等会我和小梅送你回去。月色下，3人慢慢悠悠地走着，很快就到了郑微微的茅屋。萧清风把从吴婶子那儿拿到的16块8递给她，这是今晚吴婶子冤枉，给你赔不是的红包，你拿着。我不能要。傻丫头，这是区会气的，她冤枉了你，给你分红包天经地义，收好了，以后急用的时候能用。郑微微的眼里瞬间又热又湿。谢谢萧二哥。来大梁村这么多年，郑微微每天都在受苦，萧二哥是唯一一个给她温暖的。傻丫头，别那么客气，早些休息吧，记得把门顶好，我们回去了。你们回去也注意安全。知道了。哟，清风，你这是要开荒这片地啊？是呀，我和我爷现在分出来单过了，得多开荒点的，才能不饿死。不错，小伙子很勤快。在萧清风的一番操作下，开出的荒地有5、6亩那么宽。好，好，好，我家清风真能干。在大梁村，谁开荒了村集体的荒地，只要国家没有别的政策需要征收这块地，这块地就永远是他的。爷，我决定拿那块地种菜。种菜？这块地我看也有5、6亩，全种菜我们吃不完，种苞谷吧，听爷的。吃不完我们可以拿去卖啊。萧清风的空间里有很多8、5年没有的蔬果种子，将是一个很大的商机。他指着远处依稀可见的大榕树方向，爷，你看那边建起一个火车站，对面还有中学，再过不久
山水铁矿还会有很多矿工拖家带口的过来，他们都没田没地却有钱，我要把他们的钱全都赚过来。你小子可真能吹，你怎么知道那里要建火车站？不过我家清风想种什么就种什么，也都支持你。爷爷，你相信我就行。下午看到日头还很大，萧清风决定去看看媳妇。媳妇和姐姐郑彩秀坐在树下说话，一旁的大树后面有个皮崽子正拿石头打他们，只不过离得太远没打着。萧清风拿着树枝走过去，打得皮崽子嗷嗷叫。哎呀，我的妈，疼死了，疼死了！救命啊，救命啊！喊吧，喊破喉咙，你妈也不会来救你。破喉咙，破喉咙！萧二哥，我知道错了，我真知道错了，别打了。臭小子叫徐国柱，父母双亡，和奶奶相依为命，但正是抓鸡斗狗的年纪，老人家根本管不住他。走，跟我回去。你敢跑，我下次往死里打。不敢跑，绝对不敢跑。走，去我家翻地。萧清风丢给徐国柱一把锄头，就赶着他往他刚开荒的菜地去。忙完后，萧清风给这小子煮了碗泡面，臭小子恨不得把碗也给咬碎了吞进肚子里。峰哥，你煮的这是什么面？这么好吃，我能一口气干3大碗。明天继续来给我翻地，要是能把那几个小混蛋也叫来，我还给你煮面吃。哇，真的？骗你我是王八。峰哥放心，这事儿包在我身上，明天我扛我奶奶的翻地锹来。第二天，那几个经常欺负郑微微的皮崽子们都扛着自家的翻地锹来了。萧清风见状，先给他们煮了一大锅泡面，只有让他们尝尝味道，才能卖力的干活。真好吃，峰哥，以后我再也不打郑志清了，我发誓，要是说话不算数，我就是吃屎的狗。黑娃，你吃完了，我们还吃着呢，提什么屎啊尿的，吃屎去吧你。好了，别闹，吃好了刷碗去，然后跟哥去翻地。有方便面这根胡萝卜吊着，这些孩子就跟拉磨的驴一般，干的那叫一个起劲儿。一个上午过去，4人就风风火火翻了2亩地。好了，柱子，去把黑娃和二牛叫回来，日头大了，都去我家吃午饭。收到，峰哥。2天半的时间，萧清风种了2亩多西瓜，1亩青瓜，1亩豆角，还有1亩菜椒。等干完这些活儿，萧清风又把目标放到大梁村后面土山坡上。这些山头上辈子被很多老板租去种桉树的，赚了个盆满钵满。但是现在这些山坡还是不值钱的，萧清风可不想放过那么好的地儿。接下来一行人风风火火的在山上翻地开荒，渴了喝水，饿了吃面，一顿忙碌下来，就到了秋收。只是这一天早上，他拎完菜回小屋，却没看到小妹。萧清风立刻丢下水桶冲向老宅，果然看到小妹独自一个人扛着打谷桶出来。小妹，你这是做什么？他们逼你回来干活。二哥，你怎么来了？不是这样的。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一定是他们逼你的。萧清风直接冲进老宅，对着今年补习又高考落榜的萧国庆就是一顿猛抽。萧清风，你鬼上身了，竟然敢上门打人！一个大男人整天窝在家里看这种流氓书，还逼自己年幼的妹妹夏田收稻谷。萧国庆，你还要不要脸？清风打得毫不手软，骂得也很大声，就是故意要让邻居知道萧国庆在家看颜色书。怎么一天天躲在家里看颜色书，让看的身体发虚，拿不动镰刀，割不动水稻了是吗？2个有手有脚的大男人一整天就窝在家里，说什么读书补习考大学，你们考上了吗？不要脸的玩意儿，手长脚长的，竟让年幼的妹妹下地干活养活你们，脸上羞不羞？我夏田还不成吗？萧国庆被打得疼死了，偏巧李山草出门找人聊天去了，家里根本没人能压制得住萧清风。还有一个废物呢，在这，二哥打了大哥就别打我了，我跟你们去下田。识时务者为俊杰，快点走，不然小妹都把活干完了。萧清风气得狠狠抽了萧国庆和萧国祥2鞭。清风，你可真厉害，竟然敢打你妈的2个宝贝！我妈我不能打，这2个搓磨我妹妹的废物蛋子，我还是敢下手的。萧清风赶牛似的赶萧国庆和萧国祥去割水稻，他则走到小妹身边，夺走她手中的水稻。回去看书去，这个家的活跟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可是哥，妈她上了年纪，身体又不好，我是妈的女儿，我不忍心。萧冬梅就是因为昨天李山草找到她哭诉，今天才偷偷来帮老宅打水稻的。妈不只是生了你我，还生了成年的儿子，有男人在，还能让你一个女儿干活。你回家去，这里有他们2个就够了。重活一世的他深知学历有多重要，萧清风不希望妹妹错失这个机会。他今年赚够了钱，也会要抓紧时间考个成年大学。可是哥，别说我考不上了，就算我真的考上了，我们家也没钱，我们家能供起大哥和3哥读大学就不错了。小妹，你要是考上大学，哥供你，生活费和学费都包在哥的身上。要供一个大学生读完大学，哪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萧清风这个神经病，张口就说要供小妹读大学，简直就是虚伪。小妹13岁就不念书了，哪里还记得书本里的内容？怎么可能考上大学？不自量力！好了，小妹，回去看书。你已经跟2哥过了，回去看书，不然2哥要生气了。那我回家去了。萧冬梅刚走，李山草就赶过来了。哎呀，我的天爷，我的祖宗！你们2个怎么下田呢？李山草看到自己的2个宝贝疙瘩正弯着腰在田里割稻子，那叫一个心疼。你们的手怎么能拿镰刀割稻子呢？这可是拿笔杆子的手啊！快放下镰刀，跟妈回去念书去。他们的嘴巴能吃饭，
他们的手就拿着起镰刀割稻子。你要是敢让他们回去，敢让小妹一个人收割这5亩稻子，我就每天上你们家门抽这2个没用的废物。逆子，你敢？他们敢好吃懒做，我就敢抽他们。不服你找村长和乡亲们评评理，哪有大小伙子在家游手好闲看颜色书，让自己妹妹一个人下田干活的？老萧家的清风说的对，你也太偏心了，哪有大小伙子不干活的？上林村今年考上专科的林国安都还下田帮他爸妈干活呢，更别说你家国庆和国祥都没考上呢。哼，我家的事关你什么事？多管闲事，赶紧打你家米吧！妈，你敢让这2个懒汉回去，我就让这些稻谷在田里开花，谁也别想吃上饭。你这个死野种！李山草气得半死。萧国庆，你要是敢回去，老子揍你1年。萧国祥，你要是想让整个山水镇的人笑话你这个落地秀才靠16岁的妹妹养，你也可以回去。落地秀才这4个字深深刺痛了萧国祥的自尊心，两兄弟羞耻的只好去割稻子。李山草心疼自己的2个宝贝，也只好去割水稻。他多割1颗，2个宝贝儿子就少割1颗。萧清风嘴角扬起得意的笑。接上集，萧清风监督完李山草，转身到家，才刚站住脚，他的少年军们就来了。峰哥，管面部。好小子，面管够，只要你们帮我把蔬菜水果摘下来。放心吧，交给我们。一行人很快把蔬果摘完了，怕天热不好保存，只摘了24个西瓜、2筐豆角和青瓜，还有菜椒，便挑着竹筐就去了山水中学门口。来喽来喽，卖西瓜了卖西瓜了，一个西瓜1块钱，不甜不要钱。萧清风的西瓜一个就6、7斤重，一个只要1块钱，算起来1斤1毛多，想必矿工们能接受。柱子也有样学样起来。卖青瓜哟，新鲜的青黄瓜，一根青瓜1毛钱，买2根回家拍着吃，香的嘞！看了，好看的大菜椒哟，肉厚不辣，还又香又甜哟，1毛钱1个，炒个菜好看又好吃哟。豆角，长豆角，炒菜腌饭多好吃哟，1把1毛钱。正好今天是山水中学注册的日子，萧清风的主要目标是那些领工资的教师和矿工。听到萧清风等人叫卖声，都纷纷过来看看他们叫卖的东西。这西瓜看着新鲜，真的甜吗？甜的，不甜不要钱。我这西瓜是没有籽的，吃着可方便了，不用涂籽呢。萧清风捞起一个西瓜，唰的一下劈开，客人一脸惊奇地看着红红的瓜瓤。这瓜真的没有籽儿？对，这瓜吃的时候不用涂籽的。不瞒大哥，我也是几天前意外发现的。我种瓜的那块地是我新开荒的，普通的种子种进去，结出来的瓜果都跟平常的不一样。西瓜没有籽，黄瓜又细又长，味道比普通的黄瓜清爽。你看我那筐3色彩椒，我原本是想种点菜椒吃的，谁知道会变成这么多种颜色。我爷还跟我说，我是开荒了一块宝地了。真的，我们村头那块地之前长满了荆棘，怎么烧都烧不死，没人能开荒，就我家峰哥有这本事。今天各位哥哥嫂子还有婶子叔伯们，才能看到这么多别处没有的水果蔬菜。来来，大家尝尝，觉得好吃再买，不买也没关系。那我可不客气了。客人纷纷品尝起来，入口脆甜，汁多味甘，没有籽儿吃着也爽口解渴。真甜，我买一个。可这些没开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一样甜呀。没事大姐，我就住在大梁村，我叫萧清风。要是西瓜不甜，你得空来找我，我给你退钱。好，你这么说我就试试。那我也要1个，我要3个。谢谢惠顾，谢谢惠顾。眨眼功夫，西瓜就变成了22块钱。在1985年的大梁村，可算是一笔大钱了。一个妇女拿起竹筐里的一个菜椒，这东西叫菜椒，长得圆乎乎的，挺像灯笼，是不是传说中的灯笼椒啊？这不是灯笼椒，灯笼椒很小，但是特别辣。这个是菜椒，不辣还好看，有绿色、红色，还有黄色，都买些回去炒菜给孩子吃，可开胃了。一个只要1毛钱，买3个吧。那就来3个吧。这是青瓜，不知道好吃不好吃？好吃，清爽可口，可以生吃，也可以用开水烫过的刀拍碎，加点剁碎的蒜蓉、小米辣，拌点酱油，夏天吃可爽口开胃了。婶子您尝尝。那多不好意思，我这还没给钱买呢。婶子别客气，东西不就是种来吃的吗？您吃着好吃，您买1根，不买也没关系。您捧我的场，我就感激万分了。妇人这才试吃一口，入口清爽香甜。这个好吃，很清气的口感，我就买10根吧。好嘞，这是11根青瓜，我送您1根，你给1块就行。你这个小伙子做生意可真是大方。单就一个上午，萧清风他们带来的所有果蔬就都卖完了。几个皮崽子蹲在大树下吃西瓜，清风数着钱，一共卖了82块7毛3。哇，这么多钱啊！对，就是这么多，哥也不让你们吃亏。地是哥的，种子是哥赊的，干活哥也跟你们一起干，所以这笔钱哥要占大头，可不能跟你们平分。毕竟孩子还小，萧清风不敢给他们太多钱，只怕他们会学坏。你们这段时间跟我种地也辛苦了，就每人先给1块钱，其余的钱我还要去还之前赊种子的债，还有这段时间赊面条的钱。1块钱这么多，峰哥你太好了。峰哥这么大方，1块钱我都可以买好多甜水了。黑娃，你个笨狗，甜水哪有峰哥的面好吃？你才笨狗，
我也要买峰哥的面吃。1块是不是给多了？原来1块钱长这样，我还是第一次见。徐国柱拿着1块钱翻来覆去的看，真好看，这就是钱的样子。萧清风看着这副模样的徐国柱，笑容里带着一丝心疼。这小子的命运与我差不多，爸妈早死没人疼，是跟着年迈的奶奶的，所以真的从没见过钱。柱子，好好跟哥干活，哥不会亏待你的。好的哥，那哥，我以后能吃更多的面条吗？能，管够管饱。哇哦，峰哥，以后你就是我亲哥，不，以后你是我祖宗，我把你供起来啊！滚一边去，老子还活着呢，用不着你供，这钱都拿回家去给你们爸妈收好，可别乱花。峰哥，你太残忍了，这钱我等下就去供销社买水果糖，我才不给我那抠门的爸妈。听哥的话，你们把钱都拿回去给爸妈收好，我每人再给你们5毛去供销社挥霍去。萧清风也希望他们能带点东西回去，毕竟这段时间他使唤人家孩子干活，总不能让人家爸妈觉得他是无良的周扒皮。真的，可不能骗人，骗人是王八。拿去，记得把那1块拿回家。柱子，你去提水，哥给你们煮面，待会儿日头不大了，哥跟你们一起去供销社。把小子们指使开了后，萧清风走到爷爷和小妹坐着的树下。小妹，这是你的份，女孩子身上要留点钱，想买什么就去买，花完了哥再给你。二哥我不要，我跟着二哥能吃饱睡好，我不要钱。拿着，听话，不然哥生气了。好吧，谢谢二哥，二哥对我真好，我以后一定好好报答二哥。萧清风抽出一张大团结，递给萧爷爷。爷，这是10块钱，您收好。清风，爷不能收你的钱，爷知道你能干，这些钱你留在身上，该买种子买种子，该买面条买面条，人家赊东西给我们，我们得尽快还钱。爷你放心，还了赊的账，我还有剩余，我怕钱留身上，一个不小心就花没了，还是爷帮我收着。萧清风知道，爷爷自从搬出来跟他住了之后，其实也为生计发愁，给他一笔钱傍身，老人家心里才会不慌。好哈，爷帮你收好，等你娶媳妇儿个用。那我以后娶媳妇可就靠爷了。爷，我看上郑知青了，你觉得怎么样？可是她的脸，我不介意，我知道她是个好姑娘，只是命苦。如果我再不喜欢她，她会更苦的。萧清风回想着上辈子自己被李山草丢弃在矿区，差点就命丧黄泉，要不是媳妇将他救回去，关心体贴的照顾着自己，估计也没有现在的萧清风。就算重生到年轻的时候，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他也依然只想把前世的媳妇娶回家，过平淡的日子。我家清风是个善良的孩子，行吧，爷也不是那种思想顽固的老头，只要我家清风喜欢就好。几年前村里的所有知青都回城了，但郑微微的爸妈还在劳改，所以姐妹2人也没有回城里。村里人不同意把田地分给劳改犯的女儿，只给他们一间破茅屋，过得很是凄惨。清风啊，我们当男人的不能让自己看上的女人受苦，你攒够了钱就先建个房子吧，把你们的婚事办了，也免得她们姐妹孤苦无依。爷，现在婚姻法改了，我和郑知青还不能结婚，得等到我22才能领证。不过我可以给他们先盖房子，就算以后我和郑知青结婚了，他姐姐也是要住的。萧清风心中已经有了计划。黑娃，大家都说你是外来物种，你为什么这么黑？各位哥哥姐姐、叔叔婶婶，我只是在外面多区晒黑了，可不是外来物种，我是纯纯大良村的娃。接上集，萧清风靠无籽西瓜赚到第1桶金，他带着3个皮崽子来到镇上的供销社，柱子他们就跟土匪一样闯进供销社，大爷一般将5毛钱拍在玻璃柜上。水果糖5毛钱的，什么口味都来一点。原本昏昏欲睡的售货员被他们吵醒，顿时没好气地瞪了他们一眼。不就是5毛钱吗？装什么阔气？有本事买10块的，一群没教养的土包裹崽子，到我跟前装什么大样？同志，我们是顾客，是人民群众，你怎么可以用这样的态度对待人民群众？我家这些孩子1没偷2没抢，怎么就成了你唾弃的对象了？就因为我们是农民家的孩子嘛，你必须给我家孩子道歉。哼，农民家的野孩子，穷得叮当响，还好意思说不偷不抢？这5毛钱还指不定是从哪儿偷来的呢？你还是拿着你的钱快滚吧，我们这儿可不收赃款。小姑娘，我提醒你，这是我们辛辛苦苦赚下的血汗钱，不是偷来的，你必须跟我们道歉，否则这事儿没完。我就不道歉，你能把我怎么的？一股子穷酸样还要买5毛钱的水果糖，我看你们还是买5毛钱的康回去吃吧，够吃一阵子的。你们领导是谁？把你们领导叫来，我要问问你们领导，你们供销社就是这样为人民服务的？年长的售货员立刻过来为萧清风服务，想尽快息事宁人。同志，你消消气，小潘同志今天来了生理期，身体难受，情绪不好，望你理解。你们需要购买水果糖是吗？我现在就给你们拿。若是自己一个人，萧清风也就顺杆子下了。可是徐国柱他们年纪都还小，心灵成长的时候，要是因为被人侮辱毁谤而变得束手束脚，内心自卑，这才是他们今天最大的损失。所以萧清风不愿意放过那个年轻的女售货员。买水果糖的事先放一边，今天我要好好处理他毁谤我家孩子的事。惯死农民，你别的理不饶人，这里是供销社，不是你家村头。
哎呀，你少说两句，平时就跟你说过对待客人态度要好，你这样早晚会被投诉。有什么怕的？看他们打扮也就是普通的农民，还带个黑娃，一看就不正经，能有什么背景？得了，大姐，你也别劝了，去把你们领导找来，他空口白牙就毁谤人，这事不掰扯清楚，今后我们哥几个还有脸出门吗？看着围着看热闹的群众，年长售货员无奈出了柜台。我告诉你，我背后有人，识相的话最好带着你的小偷崽子们走，否则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萧清风懒得跟这个自以为是的女人说话，女人以为他怕了，更加得意。怎么回事？大老远就听到我们供销社里好像有人在吵架。一个中年男人走进来，一身衬衫西装裤，看样子就是领导。周主任，你回来了。看到刚才还嚣张的服务员毕恭毕敬起来，萧清风赶紧走过去。周主任你好，我是大梁村的萧清风，现在我有很严重的问题要汇报，事关你们供销社以及我家孩子的名誉，我希望你能妥善处理这件事。哎呀，我说你这个人还没完没了是吧？还不赶紧回你们大梁村去！他原本以为萧清风刚才不敢看自己，是怕了自己，那件事也就过去了。哪成想萧清风一个小农民竟然敢找他们主任。我说过，你特么的不道歉，老子告死你！你还敢无理取闹？好，我就报公安去。站住，回来！年轻售货员不敢不听领导的话，只得乖乖回来。梁玉花同志，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这时候，年长售货员也带着另外一个领导模样的人走了出来。此人有些尖嘴猴腮，一看就是奸猾的。而对方走到梁玉花面前，哎呀，只是小事，我来解决就好了。这事儿我不同意。萧清风一眼看出其中的猫腻。刚才这位梁玉花同志大言不惭地说他不怕我投诉他，因为他背后有人。现在看来，你就是他背后的人吧？哎呀，我一时想不起来这叫什么罪名来着。哦，想起来了，徇私舞弊。你纵容自己手下的职员看不起农民百姓，没有做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他犯错之后还要包庇他。你说吧，你叫什么？我要连你一起投诉。杨主任，你看他竟然还敢恶人先告状！刚才这个农民带着5个小土鳖到我们供销社来，一人就拍了5毛钱在玻璃柜上买水果糖。要真是辛苦赚来的钱，他们怎么可能舍得这么花？我以此断定，他们就是偷来的，他们就是小偷。劳动最光荣，没有我们农民种粮食，你们这些领工资的职工们吃什么？他凭什么吃着农民种的粮食，还看不起农民？这不就成了拿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的忘恩负义之徒了吗？他空口白牙，无凭无据，就冤枉我们是小偷，他凭什么？就凭你的一身穷酸样，不可能有钱。二位主任，你们觉得他的证据充分吗？梁主任严厉地瞪了梁玉花一眼，这才转头看向萧清风。这位同志，我们梁玉花同志这几天不太舒服，所以情绪不太好。闻言，萧清风转头看向周主任。周主任，这位梁主任包庇劣迹售货员，我不想与他交流，希望你来处理我的投诉。根据我们山水镇的风俗，被人诬陷，他除了当众道歉之外，还要每人给我们封一个16块8的红包，否则这件事我们就到公安局去解决。我也是念过书的，知道什么叫诽谤罪，也知道什么叫名誉权和精神损失费。16块8，你还不如去抢。看来我真的是误会你们了，你们不是小偷，你们是抢劫犯，你们拿的就是赃款。萧清风拿出自己带来的钱。我叫萧清风，今天和弟弟们挑着瓜果蔬菜去山水中学门口贩卖，换得的这些钱，我卖东西的事儿，想必今天带自家孩子去中学报道的人都知道，因为我卖的东西很新奇。确实有这样的事，我今天还跟萧清风同志买一个西瓜呢，我家孩子可爱吃了。是，我也能证明，他们今天确实在山水中学门口卖瓜果蔬菜，我还跟他们买了一些小米了，可新鲜了。我也能证明，我今天跟萧清风同志买了西瓜，他的西瓜可甜可好吃了，还没有籽儿。梁玉花同志，你也听到了，我是有人证的，你凭什么空口白牙的冤枉我们？你凭什么以貌取人冤枉我们？你立刻给我们道歉。对，必须道歉，快给我们道歉！我们不是小偷，我们不是抢劫犯，我手中的5毛钱是我们这个热天早出晚归赚到的血汗钱。对，必须道歉！售货员立刻道歉！围观的人群附和着喊道。梁玉花被这个阵仗给吓住，一边哭还一边耍赖。你们欺负我，你们所有人都欺负我，我有什么错？你们明明穿的那么破烂，谁能知道你们的钱干净不干净？况且民众不能私自卖东西，那是投机倒把，是犯法的。这一念头在梁玉花的脑中闪过之后，她瞬间两眼放宽。对你们投机倒把，依旧是犯法。萧清风，国家明文规定，普通老百姓不能自己做生意，做生意就是倒买倒卖，就是投机倒把。我要到公安局告你，把你抓起来。哟呵，真是屎壳郎上厕所，找屎！我今天就给你补补课。1981年1月，我国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和走私活动的指示，列出10多项投机倒把行为，主要是4类，即投机倒卖、居间牟利、降至抬价、支持投机倒把活动、从中分成、谋取非法收入。你说我自己种瓜种菜去卖，属于哪一项？什么时候农民自己种菜去卖是倒把了？你们供销社还敢给人乱扣帽子？恰好本人也懂点法，不服就去公安局碰一碰，不让你踩缝纫机都算我发挥失常。你特么还愣着干嘛？赶紧给萧同志道歉啊！别把咱们供销社都搞没了，不然老子整死你！
你怎么能让我给他们道歉？我不要道歉，我才不跟他们道歉。梁主任家里可是有老婆的，梁玉花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撒娇，还搂着自己的手臂。要是传到家中母老虎那里，自己还有好日子过。梁主任，你别说了，梁玉花的言行和态度存在很严重的问题。我认为她已经不适合再胜任我们供销社销售员的工作。萧清风同志自己开荒种瓜果蔬菜去贩卖的行为，根本不是投机倒把。所以今天有错的人是你。现在我以你上司的身份，命令你给萧清风和这3位小同志道歉，否则就给我卷铺盖走人。接上集，萧清风等人被售货员侮辱，不道歉就卷铺盖走人。不要开除我，我道歉，我道歉，快道歉！对，快道歉！我们都看着呢，快点！对不起，太小声了，没听见。刚才你用多大的声音说我们是小偷抢劫犯，现在你就得用多大的声音跟我们道歉。别忘了16块8的红包，真是晦气！本来是要来买水果糖的，竟然碰到你这么一个眼睛长在头顶上的售货员，真是出门不看黄历呀！对，别忘了红包钱，还要给钱，1人16块8，那4人得67块02毛，我也没有那么多钱啊。没有就想办法凑，你今天给了我们那么大的羞辱，少1分钱都不行。梁玉花同志，你之前不是一直都有存钱的习惯吗？你还说你之前每个月存10块，这都1年多过去了，100肯定有的。年长售货员非常好心的提醒。哇，那是我攒着结婚买新衣服的钱，可不可以？少逼逼，赶紧给钱，不然开除。好，我这就去取钱还不行吗？等等，你还没给我们道歉呢。对不起，刚才是我误会你们了，请你们原谅。哈哈，他给我们道歉了，我以为他眼睛长头顶上呢。峰哥，他跟我们道歉了。赶紧去取钱，我们还要回家吃面饭呢。当众大声道完歉的梁玉花瞬间委屈至极，捂着嘴，哭着跑出供销社。峰哥，他要是这样逃了，不取钱来给我们，可怎么办？他还能跑哪儿去？供销社不在这儿吗？走吧，我们买东西去，别把时间浪费在等那种人身上。我还要买水果糖。几个皮崽子立刻冲向卖水果糖的柜台，欢呼着要买果糖。周主任见状，亲自充当售货员，给他们拿。发生了这么不愉快的事情，是我们供销社的错。今天你们买的所有商品，全都按进货价卖给你们，希望你们别生气。哇哦，多谢周叔。小崽子们也很有礼貌，拿着自己的水果糖一边道谢。给我拿2口大铁锅，1口炒菜，1口煮饭，还有。萧清风买了一些生活用品，还给爷爷、小妹和媳妇都准备了礼物。这一顿买下来，只剩下10块钱暖口袋。等他交完钱，梁玉花也回来了，拿着67块2，递给了萧清风。以后长点心吧。萧清风接过钱，给几个皮崽子分了一下。少年们这辈子从没拿过这么多钱，一个个脸上都笑开了花，走路不想绞着地儿。走了，回家去了。走了，回家去了。一行人才刚走到供销社门口，就听到周主任的声音：梁玉花，你被开除了，现在你可以回家了，以后也不用来了。真是活该，让他以前瞧不起人，可算是把他开除了。对，以后来供销社买东西，再也不用看他脸色了。乡亲们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可见这位梁玉花有多不招人待见。进村之前，萧清风提醒3个小子，今晚我家煮鸡汤，都来我家吃饭。那16块8你们留下8毛零头，其余的都给你们爸妈收好，记住了吗？知道。回到小屋，萧清风则把自己买给爷爷的东西拿给他。爷，这是麦乳精，补身体的。这袋子里还有2套衣服，1双凉鞋，最后还有2包烟。以后别抽卷烟了，太呛。等以后我赚了更多的钱，再给你买更好的。花这钱做什么？爷都黄土埋到脖子的人了，吃穿这些好东西浪费了。萧爷爷眼眶湿润，这是哪儿的话？你是我亲爷，我是你亲孙子，我赚了钱必须给爷花。我还买了3只鸡，今晚吃鸡。他清风煮什么爷就吃什么。爷，还有水果糖，来吃糖。清风想起小时候爷爷上山打猎，拿猎物去供销社换水果糖给他，如今看爷爷吃着自己买的糖，心里一阵感动，一阵忙活。萧清风把菜做好了，去把这2碗肉送去给郑知青，就说是你们之前欺负他们的赔罪。好的，峰哥。黑娃看到上面2个油滋滋的大鸡腿，肉香直往鼻子里钻，忍不住咽了咽口水。路上不准偷吃，否则回来没你的份儿。放心吧，峰哥。萧清风继续炒另外1只鸡，等所有的饭菜都做好，黑娃也回来了。他们怎么说？让我替他们谢谢二哥呢。行。一大伙人坐在桌前，3只鸡只有6只鸡腿，给了媳妇和戴一姐2只，还有4只。萧清风先给爷爷夹。爷，你吃鸡腿。爷老了，还是你们孩子吃吧。俗话说尊老爱幼，他们都是小伙子了，哪能跟老人抢鸡腿？在您的大胖重孙生出来之前，我们家鸡腿都是你的。好，爷吃，爷都吃。萧爷爷笑呵呵的，他知道如今自己上了年纪，听孙子的话才是真的帮孙子。小妹，你的，你们也都是半大孩子，还有2个鸡腿，你们看着吃，这顿谁吃了，下顿就让给别人。在我这儿，大家得相亲相爱，公平分配所有东西。好嘞哥，我以前上学
课本上说孔融让梨，那就先让比我小的二牛和黑娃吃，下回我再吃。不错，那柱子你就吃一个大吃根吧。好嘞。一顿饭吃的大家心里和胃里都满足得很。等吃过饭，萧清风拿了一包东西递给小妹。小妹，这包东西你帮我拿给郑知清。哥，你为啥不亲自给嫂子送过去呢？你们还能亲近亲近。你嫂子本来就脸皮薄，万一又被村里人说闲话，她肯定过不好。我懂啦，放心交给我吧。萧冬梅最听二哥的话，拿着给郑知清买的东西就去了他们的茅屋。微微姐，我二哥让我给你拿了点东西来。冬梅，你二哥让你给我们送东西来的吗？是呀。萧冬梅把抱着的东西给郑彩秀。这么大一包是什么呀？郑彩秀把布包拆开，里面竟然有各种生活用品，还有一包水果糖。姐妹两人看着这些东西，顿时手足无措起来，因为这些东西在85年实在是太贵重了，当彩礼都绰绰有余。我二哥今天摘菜到新办的山水中学门口卖去了，赚了点钱，我也有呢。彩秀姐、微微姐，你们可一定要收下。这些东西太贵重了，我们怎么好意思收呢？一定要收。萧冬梅怕她让自己把东西拿回去，撒丫子就跑了。冬梅，这丫头怎么就跑了呢？姐，怎么办？要不我们把这些东西送回去吧？郑彩秀转身看向那包东西，又看向自己妹妹，她知道萧清风这么照顾她们姐妹俩，必有所图，这份礼她们不能收。走，跟姐拿去鱼塘还给她。郑微微很听姐姐的话，和郑彩秀一起往村头走去。接上集，郑微微姐妹打算把礼物还给萧清风。这时，一个身穿白衬衫灰西裤的国字脸男人先他们一步，走向正在菜地里查看的萧清风。萧清风同志，没想到一进你们大梁村就看到你了，这就是你的那块菜地啊，听说是块宝地。周主任，你怎么来了？是有事找我吗？对，找你有些事商量。这些就是你种出来的瓜果蔬菜。今天乡亲们证明萧清风的前来路正当时，周主任就被他们口中提到的无籽西瓜、彩椒吸引了注意力，想把这些稀有的果蔬放到他的供销社里卖。而萧清风也看出了他的心思，你想进我的果蔬到供销社里卖？萧同志真是聪明能干。但我丑话说在前头，我这块菜地就这么大，产出的东西有限。你看我今天早上卖了一次之后，至少要等2天才能再买第2次，所以不能保证每天都给你们供货，这不碍事。萧清风主打的是稀有果蔬路线，越是难以买到就越显出它的珍惜，因此3天供一次货，正好符合这个特点。既然周主任不介意这一点，那我们谈谈价格。实不相瞒，我今天也打听过你上午卖东西的价格，说实话卖亏了。有籽的西瓜最高零售价不超过2毛5一斤，你这西瓜是无籽的新品种，我可以2毛1斤收。2毛1斤，按照这个进货价卖给供销社，绝对比到中学门口卖还要赚钱。好，没问题。还有青瓜和彩椒，我看你的青瓜产量不错。青瓜5毛1斤，彩椒就8毛1斤吧，豆角2毛1斤，辣椒就按你们平时的进货价收，到时候你想卖多少随便你。萧清风打算都交给供销社，不能再把时间浪费在卖菜上了。接下来他还有更重要的事。行，就这么定了，我们把合同签一下。双方签了名字，摁了手印，合同就生效了。时候不早了，那我就先回去了。周主任等一下。萧清风给他拿了个西瓜，自己种的瓜，带回去给嫂子和孩子尝一尝。这多不好意思，这么大一个怎么也有5、6斤，你这小伙子实诚。主任别客气，那我就先回去了，3天之后我来收菜。行，路上慢点。萧清风目送他走远，拿着西瓜回小屋去。两姐妹还在小屋等着。郑知清，你们在等我吗？等很久了吧？进屋坐坐。不了，这个包袱里的东西我们不能要，谢谢你的好意。郑姐姐，我只是想帮帮你们。萧清风同志，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无功不受禄，我们不能拿你这么多好东西。郑彩秀之前接受萧清风给自己送药，是因为她意识到自己病得不轻，她要活着，好好保护妹妹。但是现在她的病好了，不能再这样收萧清风送来的东西了。这时候，有干活回村的人经过村头，看到他们2人在说话。听说今天萧清风带领着村里的几个皮小子一起挑菜到中学门口卖去了。现在看他给郑家姐妹送那么大一包的东西，看来是真的赚到钱了。这萧家二小子也真是奇怪，有钱不给他老妈，反而给劳改犯的女儿，难道真如传言中的那样，看上人家丑八怪了？萧清风见围观的乡亲们越来越多，又看到媳妇胆小的瑟缩在郑彩秀的身后，立刻开始心疼。彩秀姐，我想好好照顾郑微微，照顾一辈子。照顾？换个直接一点的说法，就是我想娶她。娶？姐妹2人都抬头朝萧清风看来，年轻人的脸上一片坚定。是的，我想娶郑微微同志。郑微微同志，你呢？是否愿意嫁给我？我知道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没有房子也没有钱，买不起3转1响。可是我有力气，我还年轻，只要你相信我，给我足够的时间。微微，别人有的我也会让你有的。萧清风一双坚定的眼睛盯着媳妇。可是我的脸……郑微微自卑的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我已经毁容了，而他那么好，虽然他说他现在什么都没有，可是就他夏天的这股子干劲儿，他今后一定会什么都有的。我怎么可能配得上他？要是嫁给他，不是埋汰了他吗？我不在乎，有些人长得很美，心肠却毒如蛇蝎，所以一个人的外表一点也不重要。
微微同志，我只知道当年我爸爸受了内伤，乡卫生所的医生说我爸没得治了，他终日整夜的咳出很多的血。是你一个小小的女孩，爬了一整天的山，找到长在悬崖边上的盐白菜来送给我们。你说你知道盐白菜能止咳，后来我爸爸真的平静的走了，而你自己却为了盐白菜而摔断了手。我帮肖大叔是因为肖大叔经常给我们送吃的，但你也是个知恩图报的人，我喜欢这样的人。你真的不介意我们的身份和我妹妹的脸？若真是这样，把妹妹交给他照顾，或许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如果能尽快安顿好妹妹，我就能去做那件事了。不介意。好，我把我妹妹许配给你，你送的这些东西就当做是彩礼，明天就办酒。郑彩秀的爽快惊掉了周围乡亲们的下巴，众人齐刷刷看向萧清风。微微同志，你的意思呢？我都听姐姐的。那好，我们先订婚，等到了年纪就领结婚证，只是明天还不能订婚。你想反悔了？不是的，我今天早上赚的钱都花得差不多了。不过我刚跟供销社的采购主任签了合同，以后供销社每3天来我这儿进货，3天后我才能有进项。彩秀姐，我想给微微一个热闹的订婚宴。不用那么麻烦，明天就订婚。你要是真有心，等微微满20岁，再给她举办个热闹的婚礼。这大姨姐急着安顿媳妇，是不是身体出了状况？上辈子大姨姐就是因为哮喘恶化，没活过今年夏天，看来得尽快答应，成为一家人才好直接问问她，不能让媳妇失去唯一的姐姐。好，那就听彩秀姐的。那这包东西就当做是订婚礼了。好，萧清风西瓜递给他们，这是我们家自己的瓜，你们拿点回去吃。行吧，那我们就先回去了，谢谢你。姐妹俩便拿着东西回去了。萧清风看到周围的乡亲们，便把剩下的瓜切成小块，一人分一点。萧老二，你真要娶郑知青吗？是，我一定要娶她。明天我家办酒，大叔大婶们记得来热闹热闹。那没问题，你都请我们吃这么贵的西瓜，明天我们一定来。萧清风笑着回了家，对坐在树下等自己的爷爷和小妹说：爷，小妹，你听到了吗？彩秀姐同意微微跟我先订婚了。清风啊，这事儿你真的决定好了吗？爷，我真的决定好了。萧爷爷听了孙子的话之后，将一张大团结递给萧清风。这钱爷攒着也是为了给你娶媳妇，明天你就要订婚了，就拿去花吧。还有我的。萧冬梅也拿出还没捂热的大团结。多谢爷，多谢小妹。有了这28块钱，萧清风可以给媳妇一个有仪式感的订婚宴了。就在这时，听到菜园子里传来砍东西的声音。好大的贼胆！清风，不要冲动，这是在砍菜园子的栅栏，贼手里有刀。爷放心，我也不是吃素的。萧清风拿着扁担就往菜地跑去。接上集，萧清风去菜地抓偷瓜贼，冲到小贼身旁，举起扁担狠狠打下去。哪里来的小贼，敢偷我地里的瓜？哎呦，我的老天爷，活不下去了！儿子打老娘了！萧清风这才听出这是李山草的声音。四爷种，敢对老娘动手了是吗？白养你了，我打死你，打死你这个四爷种！妈，我真不知道是你。四爷种，敢打你亲吗？我打死你！给我住手，李山草！爷，你别着急。萧清风赶紧回到爷爷的身边，扶着爷爷给他顺气。萧清风，拿钱来！拿钱？拿什么钱？我都听说了，你今天在中学门口卖菜赚了钱，难道不该孝敬你亲妈吗？拿钱来！妈，你这是做什么？二哥都分家出来了，你怎么能跟二哥要钱？没钱。你这个败家子，又是买鸡又是买水果糖的，还给不相干的人送东西，你可真大方。现在老娘要你拿钱孝敬老娘了，你竟然说没钱！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我听说你已经跟供销社签了什么合同，以后供销社给你的钱，你也要1分不少的给我，不能乱花，听到没有？你要钱做什么？当然是给我的国庆和国祥念书了，他们是要考大学，以后当国家干部的。你一个蠢东西留着钱干什么？你又不可能考上大学，钱留在你身上也是白搭。李山草越说越有理，完全不觉得自己的要求很过分。妈，我是萧国庆和萧国祥的兄弟，不是他们爸妈，养育他们，供他们读书，是你和我爸的事。我爸死了，那就是你自己一个人的事，与我无关，所以我绝对不会给你1分钱。李山草一听萧清风拒绝给自己拿钱，顿时怒火直冲脑门。他这时候也再没什么理智，一双粗粗的手使劲打在萧清风的身上。我打死你的这样忘恩负义的野种！是谁把你养大？是谁在你小时候给你洗澡做饭？现在你能耐了，赚了钱不给老娘，你宁可给村里那几个兔崽子，宁可给那一对丑八怪东西。你这个白眼狼，没良心的野种啊你！萧爷爷心疼地看着萧清风，他绝不允许孙子再被李山草压榨。都给我住手！没想到你竟然以这孩子的孝心来压榨他。这些年他给你和那2个崽子当牛做马，他哪里对不起你？清风这孩子好不容易靠着自己把家撑起来，眼看着都要娶媳妇，你这个当妈的竟然第一个来偷他的西瓜，你简直是个畜生！爷，你别急。李山草被老爷子这么一吼，有些心虚起来。爷爷不该让你受苦了。李山草，你要是再欺负清风，我就把所有的事说出来，你不必要顾及他了。他敢打你，你就10倍100倍的打回去，别委屈了自己。而李山草害怕他真揍自己，
灰溜溜的逃了。爷，你到底有什么瞒着我？萧爷爷想说什么又忍住了，他知道孙子心里肯定很难受。第二天，萧清风早早就去了供销社。萧老弟，昨天你给我那个无籽西瓜太好吃了，汁水鲜甜，我那个皮小子一口气吃了半个。兄弟，以后你再有什么稀罕东西，一定别忘了我。放心吧，哥。对了，你来要买什么？老哥给你昨天的价格。周主任，我要订婚了，来置办点东西。要订婚了，这是大喜事啊！你钱趁手不？没事，哥这里的东西你需要的尽管拿。我弟弟要订婚，当老哥的必须给你好好操办。周主任大手一挥，直接就对那位年长的售货员道：“陈姐，把那套昨天下午刚到的那套裙子拿来，我弟弟弟妹今天订婚，必须穿得喜庆一点。”周主任，这多不好。一条连衣裙在85年的山水镇还是很贵的，他不能接受周主任送的这么大一个礼。这有什么不好的？昨天你来供销社买东西，我就觉得你这个人脾气特别对我胃口。还有，你张口就能背出严谨的规定，我一看就知道你是个人才。今后我们也算是有业务往来了，这份订婚礼你必须得收下。那我就替我未婚妻谢谢周主任了。叫什么周主任？多外道，叫周大哥就行了。是，周大哥。就冲你这声哥，你订婚时候该用的东西，我得给你操办起来。于是周主任又给装花生瓜子、散装白酒、过滤嘴烟之类的，鸡鸭各10只，鱼20条，还买了一头刚杀好搬上台的猪。周大哥，这太多了。现在一斤猪肉8毛钱，萧清风目测那头猪有150斤，这就去了70多，加上鸡鸭鱼，还有那么多的鸡蛋。周大哥今天至少要破费3个月的工资。老弟，你叫我一声哥，我自然得帮你把订婚宴操办好，不能让你白叫我一声哥不是。好，哥，这份礼收下了，以后有需要到我的地方，你一定要说，兄弟我必定上刀山下油锅，绝不含糊。这不就对了，这才是好兄弟。走，我给你找车，送你们村去。在周主任和乡亲们的帮助下，萧清风的订婚宴在日落之前准备好了。萧老弟，恭喜恭喜啊！周大哥，介绍一下，这是我未婚妻郑薇薇。弟妹你好，恭喜你们。周主任的出身和教养，让他看到郑薇薇的脸之后，没有任何异样的表情，这让郑薇薇紧张忐忑的心情平静了很多。谢谢周大哥，欢迎你过来。弟妹的声音真好听。峰哥，我们来啦！柱子乖，等会多吃点肉。好嘞，嫂子好，我还给你带了花，以后我们再也不欺负你了。对，谁要是敢欺负嫂子，我拿牛粪砸他。黑娃，你个笨狗，准备吃饭呢，别整什么屎啊尿的，吃屎吧。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别闹了，赶紧坐下吃饭。大家落席后，席宴也就开始了。我是供销社的周阳，今天是我弟弟萧清风和知青郑薇薇同志的订婚宴。来，我们大家高举酒杯，给他们送上祝福，祝他们感情和睦，婚事顺遂。众人纷纷献上祝福，萧清风和郑薇薇举着酒杯跟大家道谢。金光余晖中，大梁村晒谷场上一片热闹。晚上，萧清风看着媳妇，满眼深情。薇薇，以后你就是我媳妇了，我会保护你，再不让任何人欺负你。萧二哥，谢谢你愿意娶我这样的人。薇薇，你很好，娶到你是我的福气。等我把山上开荒种的玉米卖了，就带你去做手术，还原你本来的面目。二哥，真的可以吗？当然了，傻丫头，其实你现在这样，我也喜欢。谢谢你，萧二哥。除了爸妈和姐姐，从来没人对我这么好过。萧清风一把搂住郑薇薇，还叫萧二哥呢，叫老公。老公。老婆，我一定会让你成为最幸福的女人，相信我。我相信你。两人依偎在一起，仿佛上一世的遗憾在这一刻都被填平了。黑娃，你不是说二哥和嫂子会打架吗？怎么没有？我也不知道啊，张叔说的。你竟然相信张赖子，他满嘴谎话，你个笨狗！二牛，你才是笨狗！我要告诉峰哥，你欺负我。好啊，你们几个皮崽子，竟然敢听哥的墙根，我今天非得让你们吃顿竹笋炒肉。几个皮崽子吓得飞一般的逃了。萧清风面带笑意的看着这个村庄。爸，你看见了吗？我终于拥有一个温暖的家了，我会替你照顾好爷爷和小妹，您安息吧。接上集，萧清风和郑薇薇订婚完成，郑薇薇喝醉了。清风同志，你回去吧，我能照顾他的。那就拜托彩秀姐了。第二天起来，萧清风端着菜往郑薇薇的茅屋走去，岂知他才刚走到村里的主干道上，就看到郑薇薇急匆匆朝着他的方向跑过来，表情又慌又怕的。萧清风抱住急匆匆扑过来的媳妇，薇薇，发生了什么事？萧二哥，姐姐走了。郑薇薇哭着将手中的信递给萧清风，上面写着：妹妹，我出门一趟，你要是害怕一个人住，就去找萧清风。彩秀姐走了。是的，萧二哥，姐姐离家出走了，她突然出门想干什么？为什么不带上我？萧二哥，我很担心姐姐。郑薇薇非常害怕，她从未跟姐姐分开过。薇薇，你别怕，我已经猜到彩秀姐要去哪儿了。直到这一刻，她终于明白郑彩秀为什么那么着急的要她和郑薇薇订婚了。萧二哥，姐姐要去哪儿？去找你爸妈了。去找我爸妈？姐姐她怎么去找我爸妈？她没有介绍信。钱是不是一直都是你姐姐收着的？我们家都是姐姐管的。按她一定去办身份证去了，有了身份证就不需要介绍信，哪儿都能去。84年之后，国家开始推出身份证，有了身份证就不需要介绍信也能出门。
姐姐真的去找爸爸和妈妈了。姐姐为什么不带上我？我也想去，我也想爸爸和妈妈。傻丫头，你姐姐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你爸妈。要是带你一起去，2个女孩子也容易遇到危险，所以你姐姐才独自一个人去，为的就是要保护你啊。小二哥，我想姐姐，我不放心她，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微微乖了，不哭，我陪你一起去找彩秀姐，一起去找岳父岳母，别哭了。萧清风原本他是想攒下一点钱再出发的，可是郑彩秀那么着急，直接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他只能改变计划了。真的吗，小二哥？对，我带你去找岳父岳母去，我们要加快速度，去跟彩秀姐会合。谢谢你，小二哥，你最好了，我以后跟你一辈子，永远听你的话，我要照顾好你，照顾一辈子。好，傻丫头，这是五花肉炒豆角，你在我家吃着，我去交代柱子黑娃他们一些事儿，然后我就出发。村里的水田基本都打完了，几个孩子无所事事，每天都睡到日晒三竿。清风啊，找我们家柱子吗？你等一会儿，我去喊他起床。徐奶奶脸上笑得一朵花，毕竟最近柱子不仅没惹事，而且总拿钱回来，就越来越喜欢柱子跟萧清风一起玩。一会柱子就屁颠颠地冲到萧清风的面前，峰哥，你找我。柱子去把黑娃他们都叫过来，我有任务交给你们。收到。不一会，几个皮崽子疑惑地盯着萧清风。我要出趟远门，柱子是所有人当中年纪最大的，在我回来之前，我要把菜园交给你。我前天已经跟供销社的周大哥签订了进货合同，以后他每3天来我们菜园进一次货。你以后每3天带领黑娃和二牛去摘瓜果，记住只摘熟透的，不管别人怎么说，绝对不能摘那些差点熟的。每天摘得多少，你都跟吴哥核对好斤数。还记得我们干活时候我叫你的算术吧？记得，峰哥教我背过99乘法表，我会算。好样的，那你现在去找个本子记一下我跟周主任商讨好的价格：西瓜2毛1斤，青瓜5毛1斤，彩椒8毛1斤，豆角2毛1斤，辣椒就按你们平时的进货价收。当时我们谈好是1毛5一斤，每天供销社进的瓜果各是多少斤，各卖了多少钱，你都要记住。还有，别太抠搜，乌哥是我们自己人，不管他带谁来，每人都送一个瓜。当听到萧清风说可以给来进货的人一个西瓜的时候，他顿时不高兴了。每人一个瓜，这才吃亏了。一个瓜至少要1块钱呢，就这么送人了？峰哥，你是不是人傻钱多呀？就是，还不如卖掉呢。傻孩子，不舍小利如何赚大利？你没什么经验，我们得与人交好，这样才不会吃大亏。还记得我家山上种的玉米吗？我告诉你，玉米会在20天或者1个月之后成熟。如果那个时候我不回来，你就让供销社的周大哥来摘。我待会儿也会去一趟供销社找他说，价钱我打算定1斤5毛。如果论个卖的话，一个4毛。玉米这个东西需要叶子保护才能储存，到时候需要你们数清楚数量。这2件事你们处理好了，回来我重重奖励。哇哦，峰哥放心，我一定能办好。峰哥，你就交给我们吧。再过半个月，你们就要去巡视山头，预防有人去偷玉米，那都是钱啊。是，保证完成任务。你们2个要乖乖听柱子的话，知道吗？回来给你们买好吃的。收到。峰哥，你买啥好吃的？给你们买水果糖吃。水果糖我早就吃腻了，你来点新鲜玩意。有吃还挑？行，只要你们给我把事办好，哥回来给你们煮海鲜面。哇，我还没吃过海鲜面呢，放心吧，交给我们了。有面，峰哥，你以后不回来都行，我们一定照着你的菜地。黑娃，你个笨狗，峰哥不回来谁给我们煮面吃？好了，不许吵架，那我先走了。徐奶奶再见。好，再见。徐奶奶高兴地看着萧清风离去。好小子，好好跟你峰哥干，多赚点钱，到时候置办个3转1响的，好给你娶个好媳妇。奶奶，柱子哥要娶媳妇了吗？晚上会打架吗？谁教你们这些没正形的？小孩子不许瞎说。张赖子说的，他说每个人结婚都会打架。好你个张赖子，敢教坏我孙子，今天老娘不收拾你！徐奶奶气势汹汹地跑出去了，而萧清风则抱着西瓜去了村长家。梁二爷，我来了。你这孩子都是一个村的，有事就来找你二爷，带什么西瓜呀？这东西多贵，让你破费了。二爷，你家二牛他们都爱吃西瓜，我得让他们吃个够，你可别跟我客气。萧清风把西瓜放下，便把今早发生的事情和自己的计划跟村长说了。村长一听，顿时也不放心起来。彩秀这个女子实在是太大胆了，现在外面还是很乱的，她一个女人怎么好独自一个人出门？行，待会儿我给你们开介绍信，你和微微一起找她去。谢谢梁二爷，但我今天来还有另外一件事。萧清风除了不放心自己的甜玉米之外，最不放心的就是爷爷，还有李山草。他担心李山草会趁着自己不在家欺负爷爷，甚至还仗着他不在家就去压制柱子。你的担忧我明白了，你放心，我让我儿媳妇去盯着他，他要是敢与你爷爷和柱子那几个小子为难，我就让我儿媳妇收拾他。多谢二爷，那我就放心了，就不打扰了，还得回去收拾东西。萧清风拿到介绍信之后，就急匆匆回到小屋。爷，我和微微就先出发了，你在家不要担心，家里要是遇到小事，你就去找柱子，大事就让柱子去找村长。要是李山草作妖，你也别怕，我都请村长帮忙对付他了。
你就把自己照顾好就行。你放心，爷都知道，爷在家里会照顾好自己的。你在外出门，不用为家里担心。爷爷，你在家要多保重。你在外也要好好的，遇事也不怕，有清风在。那我们就先走了，爷爷再见。就在两人转身之际，柱子领着一网兜的熟鸡蛋，急匆匆跑过来。峰哥，我奶奶让我煮了些鸡蛋，给你们送来。替我谢谢你奶奶，记住看好菜园子和我们的山头。哥走了。好嘞，哥，祝你一路顺风。萧清风牵着郑微微的手，出发去了镇上。重生回到90年代，我种出了21世纪的稀有瓜果，一摆上供销社就被哄抢一空。兄弟，你的瓜果实在是太受欢迎了，以后你有多少我收多少。谢谢周大哥，我已经交代了柱子，到时候他会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摘好瓜果等你们。我今天来找周大哥还有另外一件事，那就是我在我们村分给我的山头上还种了很多玉米，这些是我偶然得到的玉米种子，结出来的果子很甜，所以我想继续跟供销社合作。兄弟你放心，你的玉米我继续收，你那个玉米既然是稀有品种，哥就按个收你的玉米，5毛钱一个，你看如何？5毛钱一个。萧清风顿时傻住，他原本是想5毛钱一斤的，一却没想到周大哥给他的价格竟然高出了他预期的价格。周大哥，这个价格太高了，我按4毛一个给你，如果按斤收的话，就去皮1斤5毛，不过我建议你按个数收，因为玉米有皮保护，才方便储存和运输。我老弟就是个实在人，不过你别担心，进货的钱不是我自己的，是供销社每年给的数额，我在我的权利范围内给你最高价。我们是自家人，别整这些虚的，我能给你5毛钱一个进货价，就不会给你4毛。那就听大哥的。萧清风心里也跟着美滋滋的，因为卖了所有的玉米，他就有钱盖房子了。你这不是要出远门了吗？大哥在合同上给你定一笔定金，这个定金是有法律效应的。如果今后是我们供销社违约，我们没有权利跟你追回这笔定金。可一旦是你违约，不给我们供销社提供货物，那么你就得赔偿我们供销社2倍的定金。你看这笔定金打算收多少？周大哥，我今年一共种了23万4千多个玉米，按照5毛钱一个玉米算吧。这份合同可是涉及11万7千多的金额，这笔定金您能一个人做决定吗？这个我得去联系一下我老叔。可偏偏他联系不上老叔，而萧兄弟又着急出门，周主任心里那个着急啊。周大哥，我们都是自己人，这样吧，你在你的权限范围内给我个数，你也可以在合同里定下一项条款，后续的玉米同样的价格，你有优先进货权。我能有2万块，2万块的20%是4千，我们现在就到信用社去，我给你转钱。微微在这里等我，我一会儿就回来。萧清风和周主任便坐着周主任的28大杠去了信用社，合同签订好，周主任难掩激动。有了萧老弟的甜玉米，今年我们供销社的业绩一定是全省最好的。好，到时候就辛苦周大哥了。周大哥，明天你去我们村进货的时候，所有的钱款都先记账，但是请给我那3个弟弟每人2块钱，以后每次进货都这么给，一定要把账务记好，然后再给我爷爷5块，叮嘱他每隔几天往村长家送个西瓜。好，你放心，我会照顾好我们爷爷的。多谢周大哥。老弟，我想做一件事，但要先得到你的同意。周大哥请说。我等下要回县城，可能明天还要去一趟市里，所以我想去摘你的几个甜玉米，拿去给县里和市里的供销社看看。没问题，周大哥挑一些熟的摘，既然要合作，那自然要让领导他们亲眼见到成品。谢谢你周大哥。萧老弟别客气，时间紧，我就先去摘玉米了。周大哥骑车慢些，注意安全。放心，再见。周主任急匆匆离开了供销社，萧清风带着郑微微来到手表区。同志，帮我拿这块表，还有这块。你好，这2块手表一共210块，你准备好钱了吗？没准备好钱，我是不能拿出来给你看的，万一弄坏了，你赔不起。这位售货员看到眼前这位农村青年，开口就要买200多的手表，压根儿不相信他能买得起。二哥，还是买1块就好了，2块要200多块呢，太贵了。傻丫头，二哥有的，你一样能有。萧清风拿出50张大团结，拍出21张放到玻璃柜台上。现在能把我要买的手表拿给我看了吗？这个农民打扮的男人竟然能一下子拿出210块，看他手上剩下的钱还不少，莫不是哪个领导的儿子出来体验生活？这是你要的手表，开发票吧。好的，老板。萧清风亲自把那款女表戴在郑微微的左手上，好看，喜欢不喜欢？二哥，这太贵了，这是手表啊，整个大梁村还没有人能拥有1块手表呢。你是我媳妇，我今后买的东西都会是你我双份，来，帮我把手表戴上吧。好。郑微微学着二哥刚才的动作，把手表套上二哥的手，戴好了。谢谢媳妇，我们走。萧清风牵着媳妇一起去找陈姐。整个供销社除了周大哥，他最熟悉的也就只有陈姐了，便把手中的手表盒子递给她。陈姐，我和微微要出趟门，刚买了块手表看时间，盒子和发票不方便带在身上，麻烦你帮我收着，等我回来再取。没问题，我帮你收着。你们出门在外，钱趁手吗？我这儿还有点。不用，我刚跟周大哥签了进货合约，他支付了一笔定金，我钱还趁手，就先走了。谢谢陈姐。不客气。那我们先走了，陈姐再见，工作顺利。好，你们一路顺利。
上辈子跟媳妇结婚后，岳父岳母是被送到同州市下面的元山县下面一个非常偏僻的农场劳改。我爸妈被下放到同州市吗？是的，我刚才跟周主任打听到的。你知道他有一定人脉的。萧清风怕他会继续追问，便自己撒了这么一个谎。那太好了，不知道爸妈这些年过得怎么样？姐姐是否知道他们在那里？她会不会找不对方向，去了别的地方？她们姐妹两人在大梁村经历的一切，应该是被人故意针对，所以郑彩秀想要查出她父母劳改的地方，必定困难重重。这一念头瞬间让萧清风意识到，自己直接去同州市的想法，可能是个极大的错误。如果只是为了找郑彩秀，应该去媳妇的老家青阳市，因为有人一直在针对她们姐妹两人，所以郑彩秀绝不可能查到郑家父母的消息，她就必须回青阳市查清楚父母的去向。微微，你说的对，彩秀姐可能不知道你爸妈的下落，我们先去青阳市吧。好，我们先去找姐姐。2个小时后到了车站，因为脸上有疤痕，他被周围的人用怪物一样的眼光看着。萧清风伸手拥住媳妇的肩膀，眼神凶狠地瞪向那些人。小薇，你先在这儿坐着等，我去就来。好。萧清风买了条丝巾和干粮回来，才进候车室。眼前的一幕让萧清风气得大步冲了过去。一个身穿蓝色连衣裙的女人正双手抱胸看着萧清风，3步并2步冲过来。你做什么？道歉？我就不道歉，我又没说错，他就是丑八怪啊！吓死我，你赔得起我的命吗？郑微微用自己的后背挡住女人砸向萧清风的皮包，伸手用力一抓，就把女人的包抢过来。把包还给我！抢劫啊！这里有人抢我的包了，快来人啊！有人抢劫啊！他这么一喊，顿时就吸引了车站的保安。保安看到萧清风拿着一个女人的包，同志，我不是抢劫犯，是他先用包打我们，我出于自卫才抢夺他的包，并不是要据为己有。女人张口就开始污蔑。你可别听他做贼的先喊抓贼，我看他不仅是抢劫犯，还有可能是人贩子。刚才他就把我儿子抓起来要带走了。保安，你快帮我报警，我要叫警察把这2个人抓起来。保安上下打量了女人和她的儿子，又转身来打量萧清风和郑微微。这双方，一方衣着得体，一方一看就是贫穷的农民。对萧清风和郑微微道：我看你们2个人很可疑，还是跟我到保安室去等警察同志来吧。二哥，我怕。别怕，同志，我刚才的确是抓了这位女同志的儿子。保安，你听，他自己都承认了，他就是想抓走我儿子的人贩子。保安同志，我抓他儿子是因为他一直在辱骂并推搡我未婚妻，身为男人怎能眼看着自己的未婚妻被欺负而不为所动，并且我只是把她提起来，并没打她，反倒是这位女同志一直在用她的皮包打我，我出于自卫才夺走她的包。如果你不相信，可以问问周围的同志。这个时代的人民群众还是很慷慨仗义的，见萧清风跟他们求助了，便纷纷有人站出来指控那个女人。我能证明，先是这个男孩子骂人家未婚妻的。是的，我也听到了，他先骂人家丑八怪，人家不理他，他就起来推人家，我还看到他抬脚踢人了。他妈妈也是，自己儿子骂人又打人，他不阻止，反而在一旁看戏。看不出来他们穿的人模狗样的，竟然干出倒打一耙的事情。什么叫倒打一耙？你们这帮没见识的农民，难道他不是丑八怪吗？长得这么丑，也好意思出门，让人看了就觉得恶心，还吓坏我孩子，把我孩子吓病了，他负得起责吗？萧清风一巴掌拍掉他指过来的手。女同志，如果人出门要论美丑的话，在这个世界上最不该出门的人是你，因为你的心比这个世界上所有妖魔鬼怪还要丑陋可怕。这一世，萧清风必须好好维护自己媳妇，否则今后他会更自卑更怯懦。你敢骂我是妖魔鬼怪？老娘这么貌美如花，你个小逼崽子眼瞎吗？哪像你心里没逼数？你，同志，这明显就是你的错，你不能这样。一个热心大婶冲过来，挡住了女人想要打萧清风的手。你的孩子还看着呢，你怎么能在你的孩子面前露出妖怪一般的嘴脸？你说什么？你才是妖怪！女人气上加气，顿时一口气上不来，晕了过去。这大婶也被女人的反应给吓住了。大家都看到了，我只是抓着她的手而已，我可没打她。妈妈，你们是坏人，你们把我妈妈气死了，杀人偿命，我要你们坐牢，我要让我爸爸把你们都抓起来，拿你们去枪毙。让，我这儿有风油精。有热心群众送上一瓶风油精，帮女人涂在太阳穴和人中的位置。保安同志，你也看到了，听到了，有这么多群众为我证明，我并不是这个女人口中的人贩子和抢劫犯。我还要赶车，我能离开了吗？保安看着那位涂了风油精还没醒过来的女人，一时间不知道该不该放萧清风离开。那个女人穿着不普通，不管是脾气和身份都明显不好惹。万一她醒来发现萧清风走了，恼起来，自己可能要担责任。哎呀，同志，大家出门在外就不要互相为难了。我们都能证明不是这个男同志的错，是这个女同志不会教育自己的孩子，还脾气不好。别说她把自己给气晕了，就是把自己给气死了，也跟这2位同志无关，我们都可以作证的。那你们去买票吧。萧清风拿出自己买来的丝巾包住郑微微的头和脸，这样就不会再有人用异样的眼光看你了。媳妇，你放心，我一定赚钱，带你到国外把脸治好。谢谢二哥。郑微微眸子里写满了感动。傻丫头，放心，一切都会好的。萧清风牵着郑微微的手就去买票了。同志你好，
我要2张去长津市的票。肖清风把介绍信和钱递给售票员。同志你好，我想打听一下，今天上午是否有一个叫郑彩秀的女人也买了一张去长津市的票？她是山水镇大梁村的人，她是我大姐，她要一个人出门去外地找我爸妈，我实在不放心。是有一个叫郑彩秀的，因为她用的是新办的身份证，我就记住了她的信息。她脸上还有2条疤。是的，是我姐姐，请问她是几点的车？8点半的车。谢谢。肖清风2人便赶忙去坐车，而绕山县车站里，那个被气晕的女人醒了过来，就站起来破口大骂：你才是妖怪，你才是妖怪！妈妈，你吓死我了，我以为你嗝屁了。儿子，哎呀，你这个女人，一醒来就知道骂人。那个丑八怪呢？人家赶时间，早买票走了，怎么你还想找人家麻烦？女人一把推开了他，就往售票口去。喂，刚才那个脸上有疤痕的丑八怪买票的时候，他的介绍信写的名字是不是叫郑彩秀或者是郑薇薇？售票员秀眉微皱，这个坏女人竟然认识那对姐妹，可是刚才听八卦的时候，可都没有这个女人认识那对姐妹的信息啊，这其中有猫腻，我没注意看。你这是什么态度？卖票的时候连他们的介绍信都不仔细看，你就敢把票卖给他们？你们领导呢？把你们领导叫出来，我要投诉你！却没想到他话音才落，办公室里进来一个身穿衬衫的男人。领导你来了，正好。你就是他们领导，我要投诉你们的员工作态度不好，工作不认真，我命令你立刻把他开除。领导，这位女同志是来跟我打听其他乘客的隐私，她又不是警察，又不是乘客的家属，我怎么能把其他乘客的隐私告诉她呢？万一她是其他乘客的仇人，要找人家寻仇怎么办？情况我都了解了。这位同志，如果你不买车票，请不要耽误其他乘客买票。你们给我等着！说完，拉着自己儿子气呼呼走了。许久之后，他出现在自己堂弟上班的供销社里。丁成才，你怎么办的事？国交接你怎么来了？也不提前让人给我带个话，我好去车站接你呀。我让你安排人盯着那对姐妹，你是不是没好好盯着她们？要知道咱们全家就是跟那位贵人领了这份财差事，才有今天的。要是这份差事在你这里出了问题，我们全家都要遭殃。国交姐，你放心吧，你交代下来的事情我们能不办好吗？昨天我二姐和二姐夫还去参加那个妹妹的订婚宴呢，姐妹2人还规规矩矩的在山水镇大梁村里待着呢。他们啊是要当一辈子村姑了，你放心吧。订婚宴。今天上集，郑薇薇和肖清风被人盯上。订婚宴，今天那个男人不就说丑八怪是他的未婚妻吗？丁成才，我告诉你，她们姐妹2人已经逃出来了。要是让他们逃出长津市，我们2家就完蛋了。逃出来了？这不可能吧？我都亲眼看到人了，你还说不能够？我跟你讲，这件事你得给我好好处理，不管是弄死也好，还是送到别的地方去，总之不能让他们出长津市，否则的我们全家都要遭殃。是，我这就找人去办去。丁成才立刻去找他的一帮狐朋狗友。兄弟们，在长津市有人吗？我要堵截一对姐妹2人的脸上都有疤痕，姐姐28岁，妹妹18岁，这2人想出长津市，我要你们拦着他们，必要时。行，这事交给我们这就上长津市去拦住那对丑八怪。这事很重大，一定帮我处理好，等哥发了工资，我们不醉不归。有才哥这句话，兄弟必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欧鸡把 K。另一边，肖清风和郑薇薇抵达长津市汽车站。二哥，我们先去火车站看看吧，万一去青阳市的火车还没出发，说不定我们能找到姐姐呢。这边走。等2人站在火车站门口，已经下午6点多了。哎，那里有个用丝巾蒙住脸的女人，不知道是不是才哥要我们找的人。昏暗的角落里，2个男人往肖清风和郑薇薇的方向看。肖清风从走进火车站大门前的空地，就感受到周围有2个以上的视线落在他的身上。跟紧我，别松手！火车站旁边小偷很多。好。郑薇薇被肖清风紧紧牵着的手，2人来到售票窗口。同志你好，我想问一下，今天去青阳市的火车票还有吗？今天已经没有去青阳市的火车了，下午1点15分就走了。你要是想去青阳市，只能买明天的车票。那请问去同州市的火车呢？还有一趟火车会在今晚6点40分经过我们长津市去同州市，你要买几张？同志，我家有个姐姐，今天早上独自一个人出门去找我岳父母去了。我现在不确定她是去了同州市还是去了青阳市。这是我和我未婚妻的介绍信，我那位姐姐叫郑彩秀，她办了身份证，不知道你或者你的同事是否接待过她，能否告诉我她买的是去同州市的车票还是青阳市的？我们想去找她。这不行，这属于乘客的隐私。虽然你有介绍信，但是我并不能把其他乘客的信息告诉你。你还要买票吗？肖清风灵机一动，我买票。同志，我要买跟我姐姐一样的车票，2张。她也来自绕山县山水镇大梁村，叫郑彩秀。售票员瞬间为难了，完全没想到这个男人竟然还有这一出。他们上班有规定，不能泄露客人隐私的。郑姐，他卡 bag 卖给他吧。郑姐注意到了对面的对话，她抬头看一眼售票窗外的肖清风。出门在外的都不容易，反正你又没违规。可是已经没有车票了，那你就建议他们买明天的呀。你要买的票已经没有了，可以买明天的，你要吗？
明天下午1点15分的吗？刚才这位售票员和那位郑姐的对话，已经让萧清风肯定郑彩秀是去青阳市了。是的，你可以提前买。我要2张软座，要相邻的，我不放心我未婚妻一个人坐。不能选号，到时候你可以跟别人换。要买吗？买。走出火车站的时候，郑微微望着外面陌生的城市，心里格外想姐姐。二哥，姐姐这个时候已经在青阳市了。青阳市是你们的家，彩秀姐到了那里不会有事的。姐姐应该是去找顺明哥了。这么多年过去，顺明哥说不定结婚了，那姐姐去找他。现在担心没有用，他选择去青阳市，就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颠簸了一天，你肚子一定饿了，我们去吃饭。萧清风牵着郑微微来到博盈大饭店的时候，正是晚饭高峰期。我们坐这儿。服务员注意到了一身简朴的萧清风和郑微微，脸色瞬间就黑了。萧清风见状，习惯性抬手看手表。服务员注意到他手上的表是上海钻石牌之后，这才敛去脸上的不悦神情。同志，请问吃点什么？1份红烧肉，1条清蒸鱼，1个冬瓜排骨汤。1个红烧肉，1个清蒸鱼，西红柿蛋花汤和1盘青菜。请问有票吗？没有。那就是11块。服务员拿着钱下去了。幸亏买了手表，不然我们可要被他们瞧不起了。不管在哪个时代，都是先敬罗衣后敬人的，所以我们出门在外不能亏了自己。要是让别人觉得我好欺负，说不定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喝点水。2人是饭店里最后一桌客人了，所以饭菜很快就上来了，红红绿绿还有浅黄色的蛋花点缀，很是好看。请慢用。谢谢。媳妇先喝1碗汤。二哥，我碗里很多了，你快吃。萧清风这才开始大口吃肉。2人这一整天除了早餐的稀饭是正经吃的之外，都靠那几块米饼垫肚子。3菜一汤被他们吃了个干干净净。2人正要起身去找招待所的时候，周主任熟悉又热情的声音从萧清风背后传来：萧老弟，你还在长津市？周大哥，你也还在长津市？我还以为你们上车了，没赶上火车吗？还是买了晚上的火车？弟妹你好呀。周大哥好。没赶上火车，买了明天的票。那是来晚了，有住的地方吗？我们带了介绍信，住招待所。周主任恭敬看着身后的中年人。老叔，这就是我今天跟你提到萧老弟，我今天带给你的那些甜玉米就是他种的，这是他未婚妻小郑同志。萧同志你好，我是周萌的叔叔周启航，很高兴认识你。小郑同志你也好。周叔叔你好，很高兴认识你。周叔叔你好。萧同志真是不错的青年，没想到你能种出那么多水果玉米。我半年前才出差去了一趟北方，也到当地农科院去看了一下他们的试验田，里面就有人种一种甜玉米。后来他们给我寄来一些，味道没有你种的甜，不知道你是从什么地方卖到的种子？是我在县城跟一个老人家买到的。实不相瞒，当时我没多少钱，可是又开荒了很多地，也没留多少种子，就来县城看看。没想到竟真的卖到了老人家的种子，我就买了一些回去种。种出来我才发现这些玉米跟普通的糯玉米的不同，玉米粒的汁水特别多，还很甜。原来如此，我听周平说你种了很多那种甜玉米。是的，我一共种了93600株，应该能收获23万以上的玉米。不知道周叔叔是否想进这些玉米？萧同志是个爽快人，那我也就开门见山了。我们想收你的甜玉米，价格就按照周平之前跟你谈的那样。行，就那个价。不过这定金也就按照20%来收了。好，现在银行已经下班了，明天我们叔侄2个去招待所找你。行，那就明天见。现在天色也不早了，我送你们去招待所。这多不好，太耽误你时间。这有什么？你跟周平是好兄弟，就跟我家的孩子似的。走吧，时候不早了，你带着小郑同志走夜路也不好。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萧清风和郑微微一起坐周启航的小轿车走了。为了销售比碗还小的贝贝南瓜，萧清风把供销社叔侄忽悠得团团转。你别看那南瓜小啊，口感粉糯香甜，还能做南瓜盅，可以放排骨鸡肉块，还可以把饭和甜玉米炒一炒放进去蒸，打入1颗鸡蛋，或者放些牛奶也不错。萧同志，明天我们把你的贝贝南瓜也一并切了吧。行，谢谢周叔。我们跟你们一起进去吧。我老沈家的侄子在招待所里上班，让他去说一声，给你们安排个好房间。谢谢你周大哥。客气什么？几人一起进了招待所。周启航已经跟负责接待的人聊上了。萧清风见状赶紧掏钱。你这孩子这么客气做什么？周叔叔，托你照顾已经很不好意思了，怎么还能让你破费呢？要2个单间，我未婚妻那间一定要安全。这年头没有结婚证，男女双方是不能住一间的，被人举报被抓是事小，要是被当成典型，吃花生米都有可能。那你们好好休息，我们就先回去了。周叔叔再见。因为周启航来打过招呼的关系，2人的房间不仅紧挨着，还装修得相当不错。这房间太好了。今晚你先住这儿，睡觉之前记得把门窗关好。萧清风叮嘱一句，便回了对面的房间。叔叔，萧老弟说的那种南瓜我也去看了，很小个，我们收过来的话不好卖啊。我跟他买甜玉米和南瓜，并不只是为了供销社。你婶子半年前跟我去了一趟沪市，被他同学带到沪市一家私人饭店吃饭。他回来就跟我说，私人饭店的饭菜多好吃，比沪市国营饭店的好吃多了。
最主要的是，里面的服务员服务的非常周到，半点架子也没有。他回来就跟我说，他在外面吃了那么多次饭，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宾至如归。从护士回来之后，他就萌生出了自己开一家饭店的念头。私人开饭店？对，今晚去国营饭店吃饭，你也看到了，那服务员的态度就跟我们是路边的乞丐，跟他们乞讨似的。我在供销社的身份摆在这儿，都要被这样对待。其他人呢？还有你那个肖老弟，他是有钱的，手上带了一块表才被客气对待。那些钱不趁手的人呢？出门在外，是不是就得饿死，连一口热饭都吃不上？所以老叔，你同意我老沈在外面自己开饭店？是的，国营饭店来来去去就是那几道菜，什么红烧肉、清蒸鱼或者烧鸡、烧鸭，我们就来点特别的。你想用甜玉米和小南瓜撑住你和婶子的饭店？周平仿佛已经看到老沈的饭店宾客满席的热火场面了。走了，上车回家，我要把这事儿告诉你婶子去。车子轰响着开远了，漆黑的角落里才走出2个人。坤哥，那丑八怪的未婚夫看着来头不错啊，竟然跟供销社的领导扯上关系。没听到他们的对话吗？他们只是跟那个农民买东西而已，那农民没什么人买，最主要的是还有钱，真是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啊。那么一个没什么本事的农民，身上有那么多钱，他能保得住吗？农民只会种地，还能有什么本事保住自己的钱？给他再多的钱，也有被人骗走的一天。与其让他被人骗了钱，不如我们帮他花了。蛋子，这笔钱我俩自己搞，别跟其他人说，搞到钱我们就回绕山县去找金成才喝酒去。就算他们在长津市报案，他们也想不到是我们干的。这一夜，萧清风2人都睡得不太好。昨夜没睡好吗？我睡不习惯这床，心里总放心不下姐姐。没事，我们已经买好了车票，发车前到火车站就行。你先吃早饭，吃完再补个觉，我自己去找周大哥就行了。别想那么多，我们今天晚上也能到青阳市。萧清风打算出门去供销社找人，就看到周启航和周平进门来。萧老弟，怎么就你一个人下楼来？叫上弟妹，我们一起上国营饭店吃早饭去。周叔叔，周大哥，早上好。谢谢周大哥。不过微微她因为担心姐姐昨晚没睡好，我们已经在招待所食堂买了早饭吃了。周叔叔，我们找个地方把合作的事情谈一谈。好。进门之后，周启航先跟萧清风解释一句：萧老弟，我没带你去我在供销社的办公室，是因为你的那些玉米和南瓜，我想用私人的名义购买下来。这不打紧，只要能准时结清尾款，跟谁合作都一样。这边坐，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爱人，姓赵，你跟周平一样叫他婶子就行了。媳妇，这就是昨晚跟你讲的萧同志。萧同志你好，欢迎你到我们家来，你们先坐，我去给你们泡茶。你跟周平是兄弟，我们也不瞒着你，你婶子打算开一家私营饭店。这主意不错，现在的国营饭店态度太差，并且7点就不接受点菜，想必领导们吃饭喝酒也不尽兴。婶子能想到开一家私营饭店，这个主意非常不错。在这个年代开私营饭店，只要饭菜价格合适，分两足，态度好，最主要的是能开晚一点，绝对能从国营饭店抢来食客。只可惜我还想先考大学，否则把卖玉米和贝贝南瓜的本钱拿来做生意，必定也能赚上一笔。所以我们想买下你的甜玉米和你所说的贝贝南瓜。昨晚我和周平也商量过，我要你独家供应给我们，价钱嘛，甜玉米我可以给你6毛一个的价格，你把其余的甜玉米都卖给我媳妇。至于贝贝南瓜，价格就跟甜玉米一样，你看如何？你们要把我跟周大哥合同之外的甜玉米都拿下，还有南瓜，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萧同志不要担心销量，你放心，我一定会给你结清尾款的。就算我的饭店用不完你的玉米和南瓜，我还能做成罐头，而且南瓜很好储存，这点你可以放心。至于尾款方面，我可以在合同里注明一条，如果我没在规定时间里给你支付尾款，我就把我娘家妈妈送给的我一套房子给你抵债。那套房子就在市供销社旁边，是一个200平的大平房。供销社旁边那套200平的大平房。萧金峰脑子瞬间浮现出前世长津市的地表，长津大饭店。前世就听过长津大饭店的老板是个女人，现在看来就是赵丹了。婶子，你的饭店是不是打算就开在那个平房里？不是，我打算开在国营饭店对面。闻言，萧金峰心中对赵丹的佩服更深了几分。把餐厅开在国营饭店对面，看上去要跟国营饭店打擂台，可那也是最正确的选择，因为去那条街的人就是奔着吃饭去的。国营饭店没位子了，那就去对门看看，要是价钱合适，环境好，那在哪儿吃不是吃呢？周叔叔、婶子、周大哥，我们既然是谈生意，那就得亲兄弟明算账。长津市像赵姐那样的平房，现在顶天1万块就能买到手，我那些玉米至少能挣11万，除去给周大哥的2万总价玉米，还有9万，这还是按照周大哥给我的5毛一个的玉米算的价格。贝贝南瓜我也按11万的价格算，如果婶子你都要拿下，单就定金，周叔叔和婶子你们就得给我4万块，尾款还有16万。婶子，你那平房不够抵押，
闻言，赵丹和周主任对视一眼，他们昨晚就担心这个。果然，萧清风跟别的农村小子不同，并不好糊弄。他脑子里的账目比我们夫妻还要清楚。要不我们只要一部分，其余吃不下的卖给供销社。我倒是有一个解决的办法。萧同志，请说。婶子的酒店是婶子一个人办的，还是跟其他人合股？是跟我哥哥合股做的，他们一人出一半。那我要算上一分，股份分3份，你们出钱出人力，我出食材和菜谱。如果你们同意，玉米和南瓜我都按3毛价格卖给饭店。前世的长津酒店，后来可是在全国各地开分店，要是能占股30%，今后岂不是能躺着收钱，也能安心陪媳妇？按3毛卖，直接就便宜了一半，这算是非常有诚意了的。老周，开车带我去把我哥哥接过来。走吧，这事儿找大舅哥一起谈才行。周平，你帮我招待萧同志。叔放心吧。周平等叔叔和婶婶出门之后，不可置信地看向萧清风。你真舍得？那至少也是10万呢。我要是不降价，你婶子也承担不了所有的尾款，而我接下来还有事情要做，因此不能像过去那样每天去摆摊买东西。与其这样，不如降价入股，跟他们合作，到时候饭店有盈余，我也能分红，还不用去操心别的。也对，我婶子那个哥哥之前前2年犯了点错，被单位开除，他就自己跑到护士去，也不知道他做了什么，反正是赚了钱，这才想要跟婶子开饭店的。他叫什么名字？赵丹这位哥哥，说不定就是去护士做生意去了。赵新成，新年的新，长城的城。赵新成，萧清风心中激动一跳。赵新成，新城国际，据说新城国际就是做酒店起家，然后往房地产发展，从此成了全国人民羡慕嫉妒恨的对象。对，就是叫这个名，赵新成。我打小就佩服他，小时候我记得有段时间特饿，他就能每天逮到野耗子烤了给我们几个小孩吃，还有蛇，有时候还满头包的带着大半个蜂巢回来，那小蜜蜂崽子可甜了，我现在都记得那味道。还没聊完，门外就进来几个人。老叔、婶婶、赵叔，你们回来了。周叔叔、婶子、赵叔，你们好。大哥，这位就是萧同志，我们家周平跟他很谈得来，2人在大梁村还结拜了兄弟。萧同志你好。赵叔你好，请坐请坐。来，快喝茶。在来的路上，我妹妹已经跟我讲了，你想跟我们合伙开饭店。是。萧清风目光真诚地看着赵新成，希望他能答应。因为你担心我们不能给你结清尾款。小伙子，你其实很有生意眼光，但我不同意。这个答复在萧清风意料之外，又似乎在情理之中，毕竟赚钱的生意，没人会想跟别人分杯羹。萧同志，你多虑了。你知道我们长津市的国营饭店日利润是多少吗？至少300块，逢年过节或者接到酒席，还翻上2、3倍。赵新成直接说出国营饭店的日利润是至少300块，那也就说明他开的饭店也要在这个基础上，否则他没有必要把我的甜玉米和贝贝南瓜独家供应给他。他的饭店要走的就是西岐这个风格。赵新成这个男人很有野心，新城国际这艘大船看来是上不去了的。好，那我跟你们签约，玉米和南瓜都按照2毛钱一个的价格卖给你们。双方就这样签了合约，双方都确认无误之后，在信用社里一起在合同上签了字，摁了手印，合同立即开始生效。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合作愉快，这里离招待所也不是很远，我自己走回去就行了。那行，我们也还有些事情要去处理，那就在这里分手了。听说萧同志要去青阳市，我们祝你一路顺利，心想事成。谢谢赵叔。萧老弟，这次我可是帮你把你的甜玉米和南瓜都推广出去了，回来可要好好请我吃饭。这是必须的。周大哥，我家里的5个弟弟年纪都还小，到时候还麻烦你帮我看护着。放心，家里就交给我吧。那我就先走了，再见。再见。萧清风站在信用社门口，目送他们开车离开。等车子走远，他回身去了信用社，又取了20张大团结，这才回招待所。今天招待所值班的正是赵丹的侄子赵建树，他看到萧清风一个人回来，顿时疑惑地站起来询问：萧同志，你怎么自己一个人回来了？小郑不是出门找你去了吗？你们怎么没一起回来？你说什么？微微出门找我了？闻言，萧清风心里莫名生出一丝不好的预感来。是呀，也就差不多半个钟头之前的事。他突然下来说要出门，因为是我姑父介绍你们来的，我特别留心他，还特意问他一个人出去做什么。他跟我说是你给他纸条，让他去找你的。可是我并没有给他传任何纸条的。他有说去哪里吗？我记得他说是去供销社。萧清风转身就往供销社的方向跑去，他发疯一般的狂奔。这个时候已经快到上午11点了，不管是供销社里面还是外面都聚集了很多人，他找了一圈也还是没有郑微微的身影。不应该是在这里的，这里人这么多，如果对方图谋不轨，不可能把他引到这里来的。那他现在在哪儿？赵建树见他又是一个人回来，心里又是咯噔一跳。没有找到人吗？没找到人。他今天出去的时候还有说别的吗？纸条又是谁带给他的？你知道吗？我刚接班没多久他就出门了，之前王姐上班的，可是他下班了，不巧他家住的也还挺远。赵建树话才说完，声音里瞬间就透出了惊喜。王姐，你回来了，太好了，我们招待所只怕是要出事了。哎呀，能出什么大事啊？
看你慌慌张张的。我今天来接你的班之前，可有人给小郑通知送过纸条？王姐，我今天出门办事，我还没回来，未婚妻就出门去了。她出门前跟小赵说，她收到我托别人给她送来的纸条，要她出去找我，但是我并没有让人给她送过纸条。现在我只想知道，在我还没回来之前，可有什么人给她送了纸条？没有，我交班的时候，也就只有供销社的周主任和他家的侄子来找肖同志而已，真的再没有其他人了。王姐，你确定没有其他人来过招待所吗？没人找过我未婚妻吗？没有，我还能骗你不成？如果不是外面的人骗郑微微出去，那就是招待所内部的人了。微微性子很自卑胆小，绝对不可能一个人出去的，除非得到我的信，是对方买通了招待所的人，还是招待所里就有人要对付他，是当年在大梁村迫害姐妹的人吗？那些要搞郑家的人，爪牙和眼线竟然如此之多。赵同志，你能保证我未婚妻出门的时候，确实是说她收到我让人送给她的纸条，并且纸条上写着让她到供销社等我的字才出去的吗？当然，这是可不能随便开玩笑。我也敢保证没有托人送信给未婚妻，这一点一直跟我在一起的周大哥能作证，而王姐和你有能保证，在我未婚妻出去之前，并没有外人进入招待所。所以你怀疑是我们招待所内部的人给郑之星通知假传纸条？王姐一听萧清风这是想要把责任往他们招待所推，顿时不高兴起来。这不可能，我们招待所的职员骗他一个农村丫头做什么？这简直就是无稽之谈。萧清风闻言眸色一凛，低头盯着王姐。萧同志，你这是什么眼神？我可告诉你，这件事跟我可没有半点关系。我未婚妻不可能无缘无故跑出去，我出门前交代过她，让她在房间里等我回来，而我并没有让她独自出门去找我。而你和赵同志又没有别的客人和外人进入招待所，那请问纸条是从哪儿来的？到底是你们谁在说谎？再不说实话，我就去公安局。萧同志，不要报警，求你不要报警，这事情真不是我干的。王姐非常看重自己的工作，不愿意自己工作的招待所因为这件事丢了。王姐，我未婚妻被人骗出去，对方绝对不怀好意，报警是最快最有效的解决办法。我帮你查，我保证一定能帮你找到线索，请你给我一个机会。妈，这人是不是欺负你？这时候，一个8、9岁的男孩子从招待所的工作台后面跑出来，就朝萧清风打来。俊杰，你这是做什么？不是不让你玩弹弓吗？我就要玩弹弓，弹弓好玩。坏人，你再凶我妈妈，我就用弹弓打你。闻言，萧清风眉头紧皱了起来，目光凌厉盯着刘俊杰。昨晚住进来的时候，这孩子就跟王姐一起在招待所了，而王姐并不允许他玩弹弓，这就说明他之前是没有弹弓的。可是现在这个孩子手中就有一个弹弓。萧清风直接弯腰抓住刘俊杰拿着弹弓的手，告诉我这个弹弓是谁给你的？你帮那个人做了什么事，他才把弹弓给你的？是一个叔叔给我的。刘俊杰被萧清风阴沉的脸给吓住，立刻就把所有的事情交代了。他给了我一张纸条，让我招待所里找一个叫郑薇薇的阿姨，把纸条交给他，他就给我这个弹弓。你知道那个人的名字吗？他长什么样？我问过他的名字，他跟我说他叫萧清风，还把他最喜欢的弹弓送给我，说是谢礼。我就帮他一间门一间门的敲门找郑薇薇阿姨，把纸条给他。看来真是有人图谋不轨了，并且对方还挺有脑子。萧同志，还是报警吧，不能再拖下去了。这是一个陌生男孩跑进招待所，这里有没有一个叫萧清风的？我就是萧清风。男孩把手中的信递过去，就跑没影了。萧清风打开手中的纸张，纸张上特有的香烟味道更加浓郁了，上面还歪歪扭扭写一段文字：你未婚妻在我们手中，下午3点半之前准备好4000块，到城东金河石桥上，不准报公安，不准带人，不准迟到，否则你就别想活着见到他。这是绑架！妈呀，这么多钱，这是绑架！萧清风抬手看了一眼表上的时间，还差10分钟就是下午2点。赵同志，你帮我一个忙，等15分钟之后，你从后门出去，尽量避开人，到公安局去报警，把你知道的所有事情都跟公安同志讲明，并告诉他们，我现在就去最近的那家城南信用社，2点半之后应该能取到钱。我拿到钱之后，就会往城东的金河赶，希望公安同志能换上便服藏在附近，别让劫匪察觉。等我救了人，再让警察抓人。萧大哥，你放心，我一定按照你安排的去办。拜托你了，赵同志，要镇定，千万不要紧张，因为我担心对方会谨慎的派人盯着招待所，所以你一定要表现得像往常一样。萧大哥你放心，我一定不会露出破绽的。还有王姐，不管你接下来做什么，一定要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千万不要让人看出异常来，否则我们的计划可能会被对方察觉，万一他知道我去报警，会对我未婚妻不利，一切就拜托你了。我知道了，我先去信用社了。萧清风必须把样子做足了，才能迷惑歹徒。抵达城南信用社的时候，萧清风时不时用眼角的余光旁观着周围路过的每个人。你是萧同志啊？你又来我们银行办业务呀？怎么想通了，要把你的钱存个定期？信用社主任陈海洋和周启航是老朋友了，今天也是在周启航的介绍下处理过他们的交易。不是的，
我要办别的业务。你是我们银行的大储户，我来帮你办理吧。陈海洋把萧清风往自己的办公室里领。什么？你要把钱都取出来？萧同志，钱还是放在我们银行里比较安全。如果你不想存定期，继续存活期也是可以的，没有必要一下子全都取出来呀。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大事，需要用这笔钱呢？陈主任，你是周叔叔的朋友，我也当你是我的长辈，那我也就不瞒你了。萧清风便把自己离开信用社之后遇到的事情以及他接下来的计划都告诉陈海洋。你说什么？你的做法非常正确，不能惯着那些整天想着不劳而获的人。萧同志，你是个聪明的青年，不过有一点你忽略了，你完全不需要用你的真钱去跟他们周旋，万一钱被他们拿走，或者在你营救你未婚妻的过程中损坏遗失了，那岂不是亏大了吗？陈主任，对于那些整日游手好闲一天只想走旁门左道的人，我也不想用真钱去便宜他们，可是我买不到整齐的纸张夹进一捆捆钱币里啊。用报纸，我们这里每天都有很多的新报纸，并且我们这里有裁纸的铡刀，这件事就交给我来帮你处理吧。陈海洋叫来自己的助手，几人赶忙用切纸的铡刀将报纸切成大上团结的大小，再在两边压上2、3张大团结，一共有4千，只在上下两面放了3张真的大团结，也就费了4、6、240块。多谢你陈主任，我跟你保证，我以后的存款都找你存定期，我接下的1个月里还有事情得做。好，你拿着这些钱先去城东。周老三那个亲家侄子年纪太小了，我怕他不成事，反正我今天下午也没事做，我待会儿骑车找我表哥一趟，他就在城东公安局上班，我把你的计划跟他说说，让他从旁协助你，你抱着这笔钱出去，我就不送你了，万一信用社外面有劫匪的帮手在外面盯着你，他们会怀疑我会从中协助你，那就不好了。是，多谢陈主任，那我就先走了。陈主任再见。再见，在路上一定要装出一副你抱着真钱的样子，千万不能让人看出破绽来。明白，那我走了。萧清风抱着钱迈步出了信用社，大步来到石桥下，并不见半个人影，只有一个木桶摆在桥的中间。木桶的旁边看到了一行用烧过的木棍写的黑字：把钱放到木桶里，再把木桶放到河水中。萧清风也不敢耽搁，立刻把钱放到木桶里，把木桶放到河水中。那我未婚妻呢？他话音才落，突然就有一个石子打中他的脚，石头上还用尼龙线绑着纸。他在桥对面的土坑里。萧清风脚步飞快地奔向桥的另外一边，却根本就没看到任何土坑，视野所及都是初秋才有的青黄参半的野草。微微，你在哪里？但周围只有风声。萧清风闭上眼睛，让自己冷静下来。长津市是南方城市，就算是到了秋天，草也不会像北方那样立刻就枯败。微微是上午11点之前就被人骗走的，对方能知道他有4000块，就说明对方早就盯上他们了。那么这个藏人的土坑，坑定也是早就挖好了，所以这片草才会枯萎成这样。萧清风赶紧往草最枯黄的方向冲过去，抓住那些野草，一拉。郑微微被人绑住手脚，萧清风解开藤条，轻轻拍着她的脸。小薇，小薇。她缓缓睁开眼，看到萧清风的脸，顿时哇的一声哭出来。二哥，吓死我了！没事了，已经没事了，别怕，我们先出去好吗？这里不适合多待。好。等到了市区，郑微微才想起自己被他们藏土坑里之后听到的话来。二哥，我听到他们说要让你那4000块来赎我。二哥，都是我不好，害你失去这么多钱，那都是你辛苦种玉米赚到的血汗钱，却因为我盲目的想相信那个小男孩的话而损失了。二哥，对不起，我以后想办法挣钱还给你。傻丫头，你还小，没出过门，不知道外面人心险恶，这很正常，不是你的错，不怪你，只怪那些人太狡猾，其实也没损失多少钱。萧清风把自己和陈海洋的计划跟媳妇说了，原以为媳妇会不那么自责，却没想到她还是很心疼钱。可是那也是240块啊，240也很多的。二哥赚的每一分钱都是风水日晒挥洒汗水得来的。傻丫头，难道你不知道你比钱还要重要吗？如果你生气就打我吧。不打，等结婚了再打。嘿嘿，你现在打我也不会跑的。二哥，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就算你嫌弃的我脸不愿意娶我，我也留在你身边当保姆抵债。傻丫头，你比钱重要多了，这辈子我只要你当我的妻子，给1万块、10万块、100万、1000万、1万都不换。萧同志，萧清风转头看去，好家伙，10几辆自行车，看着阵仗是抓住人了。抓到那王八蛋了！你猜那狡猾的东西藏哪里了？难道是在水下面？你怎么猜到的？他让我把钱放木桶了，又把木桶放河里。如果他不是在下游等着，就是在水里等着。在下游等的变故太大，还是水里更能确保他拿到钱，还不被人发现。话音才落，为首的一个便衣来到他的身边，周身散发着一股威慑。你就是萧清风同志？你好，我是萧清风。好小子，你的计划很周密，把那不劳而获的小子抓住了。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城南公安局的1分队队长，我叫潘自强。这件事案子你是苦主，还得请你跟我们回一趟公安局，做一下笔录，好把你的钱退还给你。好，一定配合。萧同志会骑自行车吗？我的车借给你。我会。陈海洋立刻把自己的自行车交给萧清风。微微，
坐上来。郑微微还没坐过自行车，紧张侧身坐到了自行车的后座上。陈海洋则笑着走向潘自强。潘舅，你载我一程。潘舅，潘自强看上去也就20多30岁的样子，跟周大哥差不多的，而陈海洋却是周启航的老朋友了。陈海洋竟然叫潘自强潘舅，自己走去城南派出所去，让你到城东去报案，不相信你小舅我是吗？不敢不敢，你可是我外婆的老来子，我可不敢得罪你。我不是怕你们人手不够，往城东去给你们找点人手吗？那王八蛋开口就要4000块，这可是大案，万一他是个狠人，我不得保护你。陈海洋，我警告你，这次是我们的人抓住劫匪，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你以后要是再影响我立功，我就练了你。是，我下次绝不这么干。一行人开车回到了公安局审讯室里，阿坤双手背靠在墙上。姓名刘大宽。阿坤如实回答，他现在恨死了丁成才，反正自己都逃不掉了。阿坤索性也把丁成才拉下水。我原本也没想过要绑架他们的，是丁成才让我这么干的。同志，我什么都招供，是不是能判得轻一点？求你们不要枪毙我。4000块在这个时代是真的很多，他真的怕自己会吃花生米。只要你好好交代，我们会根据你的表现，适当给你从轻发落。我都招了。阿坤最终决定把丁成才交代出来，这件事本就是丁成才策划的。公安同志，我全都招了，不会吃花生米，对不对？看情况，我可没答应你。陆维明拿着笔录本找到肖清风和郑微微所在室办公室里。潘队问出了一点东西，这件事牵扯有点广。潘自强看到丁成才的名字之后，瞬间察觉到这个案子不对劲。你们认识一个叫丁成才的人吗？药山县人，在供销社工作。丁成才不认识。郑微微同志听过这个名字吗？我也不认识这个人，这个名字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人也参与绑架我吗？根据刘大坤的口供，他们一伙人是被丁成才的教唆，才到长金市来的，目的就是要阻止郑微微同志离开长金市，不准微微离开长金市。肖清风闻言，浓黑的剑眉立刻紧皱起来，脸上的神色也变得阴沉。肖同志想起了什么吗？就连供销社的职员都是他们的爪牙，不知道郑家仇人的爪牙还有多少。这说明这些人的势力很大，说不定这里也有他们的爪牙，还是小心为上。我不认识那个人。好，如果你要是能想到什么对案情有用的线索，请你一定要告诉我，后续的案情我们会处理好。你们先回去吧。谢谢潘队。二哥，怎么了？没什么，走吧，我们吃晚饭去，今夜好好休息，明天去青阳市。接下来的一切都是顺利的，两人准时抵达青阳市。只有一间房了，你们是两口子吗？我们只是刚订婚，还没领结婚证。对不起，不是合法夫妻是不给住一起的。肖清风只能再找一家。两人走了约莫10分钟，前方的巷子里突然传来一声男人的暴喝，前方就传来女人歇斯底里的怒吼：你敢说我像泼妇？那我今天就撒泼给你看！郑彩秀，你给我起来！你有本事勾引我男人，你有本事跟我去派出所啊！我今天就让公安枪毙了你！是姐姐。借着小巷其他住户窗内照出来的光，两人依稀能够看出，此刻正虚弱靠在墙上的女人，正是离家2日的郑彩秀。姐姐，你怎么了？小薇，你怎么在这里？我是不是要死了，出现幻觉了？没有，姐姐，我不是幻觉，我是真的。阿血，快，先把彩秀姐送去医院。肖清风立刻将郑彩秀打横抱起，就往记忆中的青阳市人民医院跑。郑微微也赶紧追上去，浑然不顾身后传来的对话。邹永军，你要是敢过去，明天我们就去民政局离婚。张玉芬，你敢去民政局，我就敢离婚。你明天就在民政局等我。青阳市人民医院，郑微微脸上都是姐姐会离开她的恐惧。二哥，姐姐不会有事的，对不对？放心，彩秀姐不会有事的。肖清风伸手在她的肩膀上安慰性的拍了拍，其实他的心里也没底。你是微微对不对？我是微微，你是永军哥是不是？是，我是永军哥。你都这么大，那些人也把你的脸给毁了。是，那些知青很不喜欢我们。永军哥，我姐姐是怎么受伤的？你为什么要让你家嫂子打我姐姐？邹永军不知道该怎么跟郑微微说他和郑彩秀的恩怨。这时医生推门出来了，谁是郑彩秀的家属？我是郑彩秀的妹妹。医生同志，我姐姐怎么样了？这边建议你们报公安，病人被人用砖头给拍了，头上破了个大口子，现在还不能确定是否有脑震荡，先住院观察一下吧。你去把住院费交一下，住院观察几天，没事才能出院。郑微微连忙点头，而后就看到护士推着郑彩秀出来。还愣着干什么？快去缴费！难道还要我们出钱吗？肖清风不是他舍不得钱，而是对方的妻子把郑彩秀打成这样，医药费他们总得出。他要让那个张玉芬知道，郑彩秀不是他想打就能打的。是，我这就去交钱。病房里，郑微微在郑彩秀被安顿到床位上之后，不放心地问护士：这个不好说，如果24个小时之后她醒不过来，医生会采取措施的。好，谢谢护士姐姐。坐一下吧，今夜要在医院里守着彩秀姐了。护士同志，她们姐妹2人才到青阳，人生地不熟的，我得照顾她们，能不能麻烦你们帮我报警？我们姐是被坏人打了。我也到了下班时间了，我家就在公安区旁边，待会儿我去帮你报公安。谢谢，非常感谢。不客气。两人坐了1天的火车，
也都累坏了，刚趴在床尾就眯了起来。突然听到一声泼妇的骂声，告诉我郑彩秀在哪个病房，我倒要看看这个狐狸精要从我老公身上扒拉走多少钱，她才甘愿。臭不要脸的，竟然敢让我老公拿钱给她交住院费，我呸，她也配。同志，这里是住院部，我们的病人都在休息，请不要大声喧哗。老娘我就要喧哗，怎么了？你们医院是穷疯了吗？连狐狸精都治？你在这里陪着彩秀姐，我去看看。萧清风推开门的瞬间，就看到已经来到病房门口的张玉芬。我认得你，是你就走了，郑彩秀，我警告你，给我让开！我也警告你，快点离开！你一个没什么本事的农民，还敢来警告我？你知道我爸爸是谁吗？不管你爸爸是谁，也保不住他犯罪的女儿。我还以为你有什么本事呢，也不过是个窝囊废。我警告你，立刻给我起开！我要去杀了郑彩秀！我不准你乱骂我姐姐。你回去，你斗不过这个泼妇，放着我来，你照顾好彩秀姐。二哥，姐姐不是那种人。我知道，你先回去，别被这个泼妇打到了。你起开，给老娘起开！你就是那个狐狸精的妹妹吧？你们一家都不是好东西，当年你爸妈就医死人，现在你们姐妹还要勾引人家丈夫，不是好东西！我要打死你们！邹永军这才捂着流血的头，急匆匆跑过来，伸手要拉开张玉芬。你闹够了没有？不是彩秀找我的，是我找她。她家出了事，我只不过是想帮帮她。我们两家那么多年的关系了，你怎么可以这么失礼？我失礼？你竟然还是个讲理的人！邹永军，你讲理？你会跟你的暗恋对象在小巷子里拉拉扯扯？要不是我跟踪你亲眼看到了，我还真不敢相信你这样一个窝囊废也敢找情人。我告诉你，这件事没完。今天我不杀了那个狐狸精，我就不是张玉芬。谁要杀人？人群之外传来一个威严的声音。萧清风个头高，转头看去，就看到了几个身穿便服的人走进来。萧清风知道，一定是之前那位护士帮他们报了警。是他今天晚上不止一次扬言要杀我姐。不自量力，竟然不怕我报警，看来这个张玉芬的后台不软啊。同志，我要报案，这个女人今天晚上用砖头打伤我姐的头，还污蔑我姐是狐狸精勾引她老公，现在还闯到医院里打扰其他病人休息不算，还要继续骚扰我姐。我不让她进入我姐的病房，她就打我。警察同志，你们看看我脸上的伤，都是她又挠又打弄出来的，不信你问问周围的姐姐和婶子们。张玉芬看小丑一般看着萧清风，转头看向那两个公安。张凯旋、宋建斌，谁让你们来这儿的？我们接到报案，你怎么在这儿？做什么？邹永军在外面找狐狸精。邹永军，我不是说你都多大年纪了，能不能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啊？萧清风察觉几人有点问题，目光看向宋建斌。公安同志，我报案的事你能解决吗？如果你不能解决，我就再去别的公安局报案。如果青阳市的公安局处理不了，我就上首都的公安局去。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地方能说理。谁要报案？我。到底怎么回事？说清楚。张玉芬诬陷我姐姐和邹永军，不仅辱骂我姐姐，还用砖头把她拍伤了，现在还躺在病房里。你放屁！明明是大晚上的，他们俩人在漆黑的小巷子里拉拉扯扯，他就是勾引我丈夫。你有证据吗？我都看见了，还需要证据吗？如果你们拿不出证据，你们就是诬告，是造谣，是诽谤，就算是告到首都，我也要还我姐一个清白。张玉芬同志，或许你上面有人，但是我姐姐也不是孤身一人，我是个硬骨头，你们想啃就放马过来。我看是你们把我吞下肚，还是我卡住你们的咽喉，噎死你们。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萧清风的眼神异常凶狠。现在请你拿出我姐跟你丈夫犯流氓罪的证据出来。他们大半夜的在漆黑的小巷子里拉拉扯扯，就是证据。如果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拉拉扯扯，就是耍流氓。刚才你对我又打又挠，你是不是也贪图我年轻力壮的美色，想要对我耍流氓？你胡说什么？我一个女人怎么可能对你耍流氓？就算你是男主，我也没这么恶吧？这可难说，你丈夫不喜欢你，谁知道你大半夜的是不是火气太旺？我先告诉你，我虽然是农村来的，可我是个踏实肯干的好青年，绝对不会被你这样一个不知廉耻的女人勾搭的。你胡说八道什么你？一旁的人顿时黑了脸，冲了上去，却因为用力过猛，一头撞在身后的墙壁上。一旁围观的病人家属们实在看不下去了。你这个女同志太过分了，怎么能颠倒黑白呢？就是人家小同志的姐姐被你冤枉，还被你打到医院，人家都没还手打你，任由你又打又挠，你实在是太过分了。你们这些人有什么资格指责我们？他的拳头还没挥出去，女人就站到了老人家的面前。你敢碰我一下，你就是对我耍流氓，我不让你对我负责到底，我就不叫王春花。凯旋，冷静点，冷静点。萧清风见张家姐弟被围观的人民群众给镇住，这才继续回到他们的问题上。张玉芬，你拿不出证据来证明我姐勾引你老公吧？你想冤枉我姐，并且你是周永军同志的妻子，你不能当人证，送公安，对不对？按照办案守则来说是这样的。玉芬姐，你还有别的证据吗？或者别的人证吗？有。张玉芬指着围在人群之外的一对中年夫妻，他们就是收留郑彩秀的人。郑彩秀来了青阳市之后，一直都住在他们家。郑彩秀那个狐狸精和我老公就是在他们家门口拉拉扯扯的，他们当时也在场。叔叔婶子，你们出来做个证吧。张玉芬同志说的话是真的吗？李叔李婶，我弟弟和我爸爸可都是上面的人，你们可要实话实说啊。
张玉芬刻意强调了实话实说4个字，充满了威胁。对，李叔李婶，你们一定要实话实说，我们人民大众只想知道一个真相。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啊！不行，我们不能昧良心。我实话实说，郑彩秀没有勾引永军，是永军不放心彩秀，跑到我们家里来找他，还担心他钱不够花，想要给他钱他不要，两人这才推举起来，却被张玉芬当成拉拉扯扯。他冲过来打彩秀，抓起我家围墙上的砖头就去砸彩秀的头。张玉芬，当年你利用你家的职权逼迫永军跟你结婚，永军的心不在你身上，你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竟然去怪别人，你这样的女人，谁娶了你谁倒霉。现在真相大白了，张玉芬，你先冤枉我姐勾引你老公，还用砖头打伤他，然后又跑到医院来，当众污蔑他是狐狸精，毁他名誉，你必须跟我姐道歉，赔偿损失，否则这件事没完。对，你必须道歉，必须赔偿，住院费、营养费必须你们出。是要公了还是私了，你们选择吧。玉芬姐，凯旋，我们还是撕了吧。郑彩秀那种人，怎么有资格让老娘给他道歉？所以张玉芬同志，你是不想撕了？行，送公安。如今有人正在，也有这么多婶子和大姐在，就请你把事情调查清楚，请让医生开一份伤情鉴定。玉芬姐，有人正亲眼看到你的用砖头拍了人家，还拍受伤了，现在还在严打期间，你这样是要被抓去劳改的。玉芬姐，你要是被劳改过，那你工作也就没有了，等你劳改出来。我真的会被劳改吗？道歉也好过被劳改啊。张玉芬看着宋建斌，脑子里又回想一遍那些被劳改的人的惨样，最后只好点头。张玉芬同志，快给我姐道歉吧。快去啊，你不会是想耍赖吧？别人怕张玉芬，王春花可不怕，双手叉腰直接给张玉芬瞪了回去。邹永军，你还愣着干吗？就看着他们欺负你媳妇。邹永军却没有半点要帮忙的样子。邹永军，他回来了，你就想甩掉我了是吗？你想让我当众出丑是吗？你也要给我记住，只要我活着一天，你就永远别想跟这个女人在一起。他迈步往郑彩秀的病房走去，郑彩秀头很晕，她无力地看着走到自己床边的张玉芬。郑彩秀，对不起，我不该误会你，请你原谅。郑彩秀想要被张玉芬诬陷辱骂，心里的委屈让她一口吐了出来。郑彩秀，你故意的是吧？医生说彩秀姐很有可能是脑震荡，这都是你那一砖头拍的。张玉芬，我不会原谅任何一个对我释放恶意的人，更何况你如此无理取闹。你别不识好歹，我能放下架子来给你道歉，你应该烧高香了，竟然还敢不原谅我。你跟我道歉，只不过是因为你理亏，只不过是因为我有那么多婶子和大姐为我伸张正义，更因为你不想被劳改，我不原谅你的。就算你爸爸跪在我面前祈求原谅，我也不会原谅。你们全家不配得到我们的原谅。蹬鼻子上脸了是吗？你不准你打我姐！萧清风抓住他挥向郑微微的手，用力一扯。张玉芬，你的道歉太没诚意，既然如此，我们公了，你走吧。臭农民，你敢对我动手？萧清风抓住张玉芬的手，就把人拖了出去，狠狠丢在病房外的走廊上。永军哥，快点带着玉芬姐走吧。邹永军怕事情再闹大，硬是把他拖走了。邹永军，给我放手，放手！邹永军，你这个没良心的，我绝不让你好过，你给我等着，我要耗你一辈子。谢谢大家为我们主持公道，明天我请大家吃午饭，现在时候不早了，大家都回去休息吧。李叔、李婶等其他人都走了之后，才走向萧清风。小同志，我们能进去看一看彩秀吗？当然可以，你们里边请。彩秀，真是对不起，叔叔婶子没能保护好你，我们要是出去的早一点，你就不会受伤了。现在觉得如何了？我就是头晕，想吐，不能说太多的话。好，那你好好休息，我们先回去了，明天再来看你。谢谢叔叔婶子。她们姐妹都需要照顾，离不开人，我就不送你们下去了。你们回去的时候，路上小心些。好，小同志，辛苦你了。张家在我们北宁区很是横行霸道，当年郑老哥和嫂子出事，张家没少上蹿下跳。小同志，等彩秀好了，你就赶紧带她们姐妹回去吧。我不怕，我跟微微已经订婚，微微的姐姐就是我的姐姐，我绝不让张家的人欺负她。可是张家不好惹，不是叔叔看不起你，而是你从长金市农村来，你斗不过他们。你不知道，彩秀人到了青阳之后，没有一家招待所敢收她，只因为她叫郑彩秀。幸亏她还记得我家的路，听叔叔一句劝，等她好了你们就赶紧回去，否则只怕性命不保啊。好，我懂了，等明天彩秀姐醒来，我会劝她的。萧清风的回答很有技巧，既跟李叔、李婶表明了会劝郑彩秀，又保留了他们是否会继续留在青阳市的余地。一夜顺利，萧清风如平常一样，天一亮就照顾他们两姐妹。一对中年夫妻推开了他们病房的门，其中男人穿着立正，旁边的女人穿着一件这个时代很流行的的确良衬衫，肩膀上还背着一个皮包，一看就出身不凡。快给我进来！他话音才落，张玉芬和张凯旋只好扭扭捏捏的进门来了。给我跪下道歉！张爸分别给了张玉芬和张凯旋的膝盖窝一脚，让他们给郑彩秀跪下。郑彩秀，对不起，昨天是我不对，误会了你，还打伤了你，这是我给你买来的营养品和水果，希望你能收下，不要再告我。
我不会原谅你。郑彩秀，你别给脸不要脸！张玉芬刚想发怒，膝盖窝就传来一阵剧痛。玉芬吧，都是你把2个孩子宠坏了，仗着我的工作经常在外面欺负人，昨晚竟然跑到医院来闹事。从今往后我会严格要求他们，再发现你惯着他们，我连你也教训。你们2个也给我听清楚了，再打着我的名头在外面胡作非为，我就打断你们2人的腿。你们都年纪不小了，一个已经结婚，一个也开始实习上班，你们懂事一点吧。对不起，郑彩秀，就算你不原谅我，我也要向你道歉。小郑同志，都是我这个当爸爸的不好，没有把他们2个教好。昨天误会了你，还害你受伤，这是我们全家的一点诚意，希望你收下，也就不用浪费时间再跑一趟公安局了。你看如何？这是玉芬打伤你的住院费和医疗费，你放心，不够的话，你再到市公安局找我，我再给你报销住院费。张大又从衣服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到郑微微床头的柜子上。郑彩秀同志，你家里遭了变故，正是需要钱的时候，你还是收下这笔钱吧，对你，对我们家都好。郑彩秀脑子里想到爸妈的事，脸色刷白。要去找爸妈，没有钱怎么行？好，我答应撕了，你们走吧，我不想见到你们。好，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休息了，走，我们回去。张家人脸上的表情从出了郑彩秀病房之后就没好看过。真是便宜了那个丑八怪。爸，你给了他多少钱？300还是500？你个混小子，质问起老子来了！你知道个屁你知道不知道？昨晚你们姐弟2个闹出多大的事情？你以为现在还是当年吗？你打儿子做什么？又不是儿子的错，不是你整天让他保护他姐的吗？昨晚他只不过是按照你的话去做，难道他看到自己的姐姐被欺负了，还能不上前去帮忙？对，怪我好了吧？爸，你给了那个女人多少钱？我还你。你还有脸生气，还要跟我算账？张玉芬，你还有没有良心？从小到大，我是怎么宠着你纵着你的？你平时惹事也就算了，你跟一个毁了容的女人争什么争？你跟邹永军结婚了，他们2人就算是见上一面也不会发生什么事，你怎么就能那么冲动？你要是不冲动的把他打伤，我现在就能有办法让他离开青阳市。可昨晚你在医院闹出那么大的动静，我要是把他们赶走，所有人都知道这事肯定是我们张家干的。我上个月有没有提醒过你们2姐弟，这段时间不要在外面惹事？你为什么就是不听？你弟弟现在还没能转正，我们家现在就靠我一个人撑着，你是想把我也撸下来，到时候全家跟郑家一样惨兮兮的被赶出青阳市，你才高兴吗？我们家怎么可能会跟郑家一样？社会上的事少打听。玉芬，你已经结婚了，也是快30的人了，听爸的话，不要再胡闹了，以后好好跟邹永军过日子，也回去吧。爸，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家要跟郑家一样？你已经嫁人了，张家的事你不要管，总之不管花多少钱，爸也不能让你们姐弟2个去坐牢，也回邹家去吧。问什么问？凯旋还不送你姐回去啊？好的吗？回去的路上，张妈见路上没什么人，终于忍不住问：你给了她们姐妹多少钱？500。这也太多了，她们从农村回来，给她们100块就不错了。我们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担了多大的风险啊！妇刀人家，你懂什么？我们青阳市的天要变了，照着我们的那一家跟我说，得赶紧为自己谋划了。现在是严打期，就你玉芬拿转头把人砸出协助院这事，要是风刮过来，不仅他要吃枪子，就是我也得陪他一起。难道你想让儿子女儿被枪毙吗？这件事必须跟郑家姐妹撕了，否则前面全家都得搭进去。既然要为孩子们谋划好，你就更应该为他们省钱才是。500块也太多了。哼，你懂什么？你以为他们真的是普通的农民吗？郑家小女儿的那个未婚夫叫萧清风的，我昨天听了建斌对他的描述，我就知道这个人不简单。我昨晚连夜往长津市公安局打了个电话过去，你猜那姓萧的在长津市都搞出什么大事来了？他一个农村来的，还能捅破天不成？那你可小看他了。昨天长津市公安局城南分局破了一个绑架案，被绑架的人就是郑家的小女儿，绑匪开口就要4000块，那个萧清风直接毫不犹豫就拿出来了。后来我听公安局的其他人说，萧清风跟一个个体户签了什么合同，等他种的东西一卖，他就能赚2万多，只给他100块。你以为郑彩秀能看上2万块？这年头个体户这么有钱？你可别小看了个体户，也正因为有个体户，所以我才想到了脱身之法。希望我们还有时间吧。不过眼下我们得想办法让郑家姐妹离开，要是让那家人知道她们姐妹在我们的看管下，还能回到青阳市，我们家就完了。她们姐妹俩也真是没事跑回来做什么？乖乖待在长津市还能保命，对我们家也好。有什么办法能让她们离开青阳市？她们姐妹2个回来，一定是想要查当年郑家的事情。我有办法让她们离开青阳市了。张大抬头看着前方走过来的一对夫妻，可真是瞌睡送枕头啊！你们好呀，你们这是去医院看郑家2姐妹吧？你们把她们怎么了？你们可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和我家老张今天来市人民医院，是来探望她们姐妹的，还给她们送了营养品和水果，还有500块钱呢。你们会这么好心？说你蠢，你还真蠢。难道我们就喜欢惹事吗？就算是当年，
如果不是郑医生他自己不小心在工作上出错，害死人家孩子，他也不会被劳改。我们家老张只是公事公办，你们就把我们当成恶人了。张妈表情嘲讽地看着李叔李婶，不想再跟他们浪费口水了。我现在找你们只是想告诉你们，郑世昌和白山被送到同州市元山县上条镇平巷村荣山坳劳改场里劳改。听说他们生了重病，郑家姐妹要是有孝心就赶紧过去，去得晚了只怕是要后悔终生吗？看着张家夫妇的背影，李叔心生不妙。我们还是赶紧去医院吧，不管他们出于什么目的，告诉我们郑医生的下落，我们都应该尽快告诉彩秀，他这次回来不就是想知道他爸妈劳改的地方吗？让他尽快离开青阳，对他也有好处。你说的对，青阳市不适合他们姐妹两人待。两人抵达医院的时候，肖清风正在请整个外科住院部的医护人员以及病人和病人家属吃的午饭。谢谢你，肖同志，你真是个好人。你放心，我们一定保护你，绝不让姓张的那对姐弟欺负了你。多谢大家。肖清风刚吃完饭，就看到李叔和李婶面色担忧的走来。彩秀姐、小薇，李叔和李婶来看你们了。李叔、李婶，辛苦你们又为我跑一趟了。彩秀，见你精神好些了，我们也就放心了。这是我今早起来熬的鸡汤，还热着，你喝一点。谢谢李婶。这个时候并不是住院的高峰期，这间3人病房这会儿只剩下郑彩秀一人了。肖同志，你去把病房门关一下，我有话要跟你们说。